从出门到现在，上千个人，每个人额头上都刻着血光之灾。7天之后，方圆百里无人生还，必须找个人算一卦，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免费算卦不？谁来让我算一卦，我倒给他钱都行。小子，你真给我钱？先说好，180块的我可不算，待会儿把我福气算没了。卦象大凶，死法1，霜雪漫天，冻死家中；死法2，外出寻食，被异兽践踏化为肉泥。唯一生路，备好食物、炭火、衣物，躲藏家中，静待救援。受冻数日可获救。天灾，异兽，7天后竟是这样的末日。小子，你这是算命还是哈油？我可告诉你，虽然这儿是蜀都，你长得也还算不错，可大爷我是正经人。回家听着，回去后多囤积一些棉衣、食物、木炭，总之买进一切能取暖的东西。不知从何时起，我就拥有了这种能力，只要与对方身体接触，就能感知到其未来7天可能会经历的所有事情，或者掐指一算，则可探查到方圆百里内发生的任何事。每日3次，百试百灵。但是泄露天机会折寿，越是重大的天机，折损寿命也就越多。虽然不知道天灾为何而起，也不知道那些异兽是从何而来，可既然都看见了，那就不能不管。但是想要官方相信我，还得下一支猛药。同志，我要报案。好的，请问你要报啥么案？诈骗，有人欺骗广大老百姓，利用迷信骗取他们的血汗钱，涉及金额上亿。迷信诈骗上亿？对啊，这些都是受骗者的信息。同志，你可一定要将这人绳之以法呀。那你说的这个诈骗犯是谁？现在在哪儿？我？小伙子，你这不叫报案，叫自首。不对，我报案，你们得找证据来证明我是诈骗，否则你们怎么定我的罪？啊？像你这样的要求，我这辈子没听过。不过，我成全你。今天还可以再算2卦，趁着这会儿有时间，卦来。3小时内，警局电话被打爆，多方高层施压，惊动了国安部。胡友同志，你提供的信息我们都已经了解过了。虽说你是给他们提供过付费咨询，可我们目前联系到的所有人都相信你，他们并不认为你是诈骗，而是正常的咨询，甚至其中还有一部分人让我代他们向你问好，并表示愿意向你提供一切帮助。所以我不太理解，你报案到底是想做什么？又或者说，你算到了什么？看来你知道我提供的是什么咨询。3小时前，我算了一卦，7天之内天地将变，灾厄降临，整个城市将陷入极端低温之中，千万人被冻死，还有恐怖异兽在城市之中行走。我来就是想将灾变之事上报国家。这是寿元流逝的感觉，就这一句话，至少折损了10年寿元。往常帮那些贵人点破天机，最多也就几个月，10年，代价太大了。还有什么别的证据吗？有，天灾还未降临，但已有异兽出世。开锁，道爷带你们开开眼。胡友同志，
不是我们不相信你，就是吧，你管这玩意儿叫异兽？看见了吗？那条小蛇。头顶附有彩鳞，确实奇怪。不过这也没办法证明它是异兽吧？且看着吧。血光之灾，这我青蟒今日恐有血脉相残之祸。快开枪！不对劲，真特么是怪物！胡幽同志，你没有战斗能力，先撤退到后方，这东西交给我们处理。不急，待我算上一卦。找死门，找弱点，被人挑起头顶的本命彩鳞，匕首入脑，当场身亡。找到了，快上去用匕首挑开他头顶的第一片彩鳞，沿着缝隙挑开，再绞碎蛇脑。胡幽同志，待会儿再说也好啊。这是，应该是异兽特有的产物，目前不确定是每头异兽都有，还是有概率产出。那这晶核有什么用？哎，胡幽同志，你干嘛？哎，胡幽同志，你干嘛？吞天 SSS 级能力觉醒，可吞噬万物，增加肉身与精神强度，免疫任何毒素与腐蚀。寿元增加15年，抵消之前的消耗，这买卖纯赚啊！瞄准，射击！现在的我，算是证据吗？停火！全体停止射击！算，当然算。那就好，同志，准备撤退吧。撤退，让整个蜀都，甚至是整个蜀地的民众先撤出去。整个蜀地，我刚刚卜卦感知到，未来将要降临的那场天灾，很有可能不是自然现象，而是由异兽引起的天灾，其破坏范围很可能覆盖整个蜀地。那异兽在什么地方？如果知道确切地址，我可以申请核打击，必须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我不知道，也是，毕竟你也不是万能的。那我先去汇报。我不知道，也是，毕竟你也不是万能的。那我先去汇报。无忧同志，需要安排你优先撤离吗？以你的特殊能力，只要活着，就能为大夏争取最大的利益。义军，你搁这儿打我脸呢？我主动上报国家，难道是为了贪生怕死？可是个蛋！距离天灾降临还有6天左右，再给我3天时间。如果我没办法找到天灾发生的具体原因，到时候再撤也不迟。至于民众，先开始撤离吧，能撤多少是多少。好，不过胡幽同志，就算动用官方所有力量，这么短的时间也不可能把整个蜀地的人全撤出去。能不能画个具体范围？比如优先撤离哪个区？我试试吧。
卦象大凶，6天后霜雪变天，暴雪狂风，江河霜冻，百兽异化，生灵涂炭。吞下彩鳞青蟒后，不仅卜卦次数增加了1次，能力也增强了，竟然能直接看到具体画面。那鸟蛋在古墓里，附近有河流，还有森林。有地图吗？有。蜀地山河太多，单凭这点信息根本找不到确切地点，除非找人。那几个盗墓贼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有侧写师吗？我要找几个人。要多少？整个蜀地的都能调来，管用的1个就够，越快越好。快！对，左边那个眼角有道疤，下巴很尖，中间那个是个灰发老头。找到你要的人了，快走！刚才的情况我也上报过了，上面会全面配合我们的行动。组织现在正式成立异兽调查局，我任局长兼书记，你任副局长。目前所有资源优先向我们倾斜，上面要求我们务必尽快锁定天灾发生的地区，周边城市已经协调好临时安置点，准备接纳撤离群众，大批民用运输车辆、通航飞机都已协调到位待命。只要一确定天灾发生的核心位置，立刻开始大规模转移。物资呢？如果无法完全撤离，一定要准备好足够的物资，衣物、食物都已经在路上了，包括你点名要的100头牛、100头猪，还有一批特种养殖的整只生鲜肉类，也都在协调筹备中了。不过，你要这些干嘛？吃啊！刚才把算到的天机全盘托出，寿元又流失了一大截，必须得想办法补回来。哦，忘告诉你了，我吞下那枚晶核之后，觉醒了一个能力，简单来说就是吃啥补啥。真的不需要支援吗？最近的警队已经集合完毕，都已经在路上了。时间紧迫，管不了这么多了，让警队的人先待命，我们找到地点之后，让他们直接去那里。好。2位住店吗？待会儿你站我后面，先控制住他们再说。就几个盗墓贼而已，哪里用得着这种手段？他们也还没有动手，现在把枪掏出来，你也不怕把他们吓跑？交流这种事交给我就好，保证亲切。肉身居然强化到了这种地步，计划有变，先控制住他们吧。给你们3分钟时间，穿好衣服，我有事要问你们。小子，你以为你是谁啊？大爷，您吃了没？要不我去炒俩菜。你们还有2分半钟啊！翻土的是吧？最近盯上哪儿了？大爷，瞧您这话说的，咱就是个农民，翻土种地而已，不明白您是什么意思。不信您可以搜啊，咱这儿保准没有不该有的东西。你干嘛？大爷、官爷，可不带严刑逼供的呀！你们没证据，不能抓人，不能抓我的！救命啊！警察杀人了！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三星堆外不远的一座山头下面出了一些青铜器，下面应该有大货，我们打算去那里。带路。目标地点已经确认，广汉，迁移计划开始。行了，跟我们走吧。领导，就是这里了，只要进了这座山洞，再走一段路程就能到了。一段路程，到底多久？约莫3、4个小时的样子。领导放心，这山洞里就一条路，只要往里走，肯定就能找到。听你这意思，是不打算和我们一起走了？领导，小老头我身子骨弱，早饭也没吃，高血压一生病，怕是力不从心呐。你们轮流背着他，进洞探路。领导，不带才这样的呀，我真没骗你。今天4次卜卦的机会已经刷新，都到这山洞口了，正好看看会发生什么。
卦象凶，山体崩碎，百人殒命，鸟蛋提前孵化，霜雪漫天，城市被异兽侵占，异兽朝周围城市进攻。小胡，怎么了？计划有问题？那蛋取不出来，一旦出动会导致山体崩碎。只要有人被埋，鸟蛋就会吸收血肉，提前孵化。那怎么办？如今民众已经开始撤离，要不等撤离结束，直接用火力开轰？先不急，我想法子把它安全带到洞口，但绝不能用人手运出去，否则吸收血肉，它就会提前孵化。老易，调去最近的无人机需要多久？你的意思是用无人机运？没有人员接触，它就没法吸收血肉。对，直接送去沙漠，让它去沙漠里孵化，正好改善一下沙土环境。迁移所有民众太难，但是运一枚鸟蛋就简单多了。就这么办，你去联系无人机，务必让所有人都退远一些。鸟蛋一旦离开洞口，山体就会坍塌。我如今的身体强度，它是无法吸收的。我去把蛋抱到洞口来，让无人机在外面等我。到时候我直接把蛋送沙漠去。这小胡太急了，不过大灾当前，着急些也好。到了，就是这里了。这儿，老头，怕是不对吧？这里什么都没有。领导，你莫要心急，宝地，宝贝自然都在地下呢。上去帮忙。嘿，成了！想到老头子我还有一天能和领导这样的人物一起翻土，我也算是值了。你那叫翻土，咱这叫考古，别混为一谈。知道嘞。领导，这下面也不知道是啥，还是我来带路吧。好。领导，你看那里？这领导，这可是大凶之兆啊！我们要不先退出去，让专业人士进来？放心，我就是专业人士。继续。同志，领导叫我小李就好，别怕，这里没什么危险。待会儿你率队采集周围的部分土壤、白骨，拿出去做碳14年代检测。我要知道这祭坛是什么时候搭建的。是。报告，素材采集完毕。你们全部都出去。是。就是这个了。对，你们怎么还在这里？不是让你们一起撤吗？咱们可是一个帮子的战友，你还没出来，哪有我先撤的道理？要走一起走。老易，你还是先撤退吧，这里面还有位置，我跟着关果一起走。你确定？这个能直接飞到沙漠吧？这是最新的9天无人机，航程7000公里，国内随便飞。不过，你确定要待在里面？我亲眼看着要放心一些。你先撤退。好，注意安全，有问题随时和我联系。山塌了。不好，这玩意儿要开了。喂，无忧同志，怎么了？城内清空了没有？清空了，是关果出现什么问题了吗？关果在开裂，那枚弹很有可能还是会提前降世。我来不及详细卜卦，先让无人机在广汉上空徘徊，以防突发情况。好。撤退！所有人，包括动物，全部撤离广汉及新邻城市，务必划出真空区域。无忧同志，注意安全。一旦发现冰弹孵化不可逆，我会让无人机降低高度。以你的身体素质，跳下来应该没问题。知道。以你的身体素质，跳下来应该没问题。知道。
盯着我。挂来！卦象大凶：一、试图吞噬冰弹，冻成冰雕，坠机重伤未死；二、冰雨降世，冰封百里，整座城市化作冰川。421冰弹缺少血肉供给，无法正常孵化，成为死弹。1281提前和冰弹交涉，达成初步合作。他有自我意识，绝对不能硬来。你能不能听懂我说话？啥？小胡，你在跟我说话吗？不是，你先别说话，我和这位交流一下。你想要孵化，是不是需要大量的血肉？我可以帮你。我帮你的前提是，你得跟我到一个特定的地方进行孵化。如果你听明白了且同意，就上下浮动一下；听不明白，浮动2下；不同意，浮动3次。他同意了。明白。目的地塔克拉玛干沙漠，已经开始调遣附近储备的牲畜运往目的地，预计3小时后到达。还有一个问题，牲畜可以吗？可以就浮动一下，不可以就2下。那咱说好了，你先安静待会儿，等到了地方，血肉管够。时间不长，大约3个小时，也就是1个半时辰，行吗？听得懂人话，甚至还有时间概念，这还没孵化就如此恐怖，要是真出来了，天知道会变成什么样。无忧同志，现在暂时安全了。关于从广汉撤离的那些人员，是不是可以安排他们返回了？先别回来。为什么？老易，你有没有想过，这种造成天灾的弹，是只有这一颗，还是其他地方也有？你是说，其他地方也会有天灾降临？只是猜测，我的卜算范围有限，属地之外的情况我看不透。但如果全球都爆发天灾，那解决了危机的属地，就是大夏乃至整个蓝星唯一的乐土。广干城既然已经空了，就先让它空着，把它当成一个缓冲区，留给以后可能受灾的其他城市。我明白了，等到了沙漠或者到了下个城市，无忧，你能不能再卜一卦？放心，一定。别着急，下面的血石已经准备好了。记住我们的约定，你只能吸收那些牲畜，绝对不能碰人类，否则合作终止，你再也别想得到任何血肉。走。没有降下冰雨，是因为这里的温度太高，还是说只要喂饱了它，它就不会触发灾害？血肉还要？好，已经在准备了。只要你不引动冰雨，保准让你吃个够。快一些！这里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什么意思？是还有个和你一样类似的存在吗？他在找吴。血肉到了，叫吴。老易，刚才的对话你都听到了吗？听到了，不只是我，上头那几位也在看直播，找到他。如果这种东西不是个例，大夏将立即进入1级战备状态。胡优同志，你应该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我知道，不只是属地了，129小时后，整个世界都会天翻地覆。我必须为大夏争取出足够的反应时间。挂，来。
卦象：小吉，5日后黑风漫天，水源干涸，城市化作沙土。选项283，冰鸾提前孵化，捕杀肥狸。选项451，肥狸提前孵化，猎杀冰鸾。选项1812，强行破开肥狸段，供冰鸾进化。选项12391，同肥狸合作被锤，身体被肥狸吃下，死。变数太多了，肥夷、冰鸾，这些神话里的东西竟然同时现世。只是这原因是什么，目前还不清楚。129小时，不只是我们这里，这是覆盖全球的灾难倒计时。必须找到肥夷，才能证明冰弹的存在不是偶然事件，才能引起重视。SSS 级青蟒能余寿15年，这肥夷的功效恐怕更胜一筹。你在这儿等着，我去带个好东西回来。要是血肉先送到了，你尽管吃，不用等我。老易，帮我查个地方，在整个大沙漠里找出一片特定的玉洲，需要多久？明白了，待会儿你就知道了。一听说我要找另一个存在，他马上就粘了上来。总算到了，任务完成，请指示。辛苦了，你们先撤退吧。没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不用，你们先撤吧。其他在沙漠里执行任务的人员应该也开始撤退了，记得退远一些。义军还是这么谨慎。等等，你先进去，要是他还没有孵化，你再出来找吾。吾赐予你一番机缘，若是他已经孵化了，跑，赶紧跑！这家伙嘴上说赐我机缘，实际上是怕蛇怕得要死吧？也对，要是肥氏真孵化了，他这一颗蛋还不够人家塞牙缝的。让冰鸾蛋过来。他吃独食，我连渣都剩不下，不是同族心思难测，所有人的安全必须握在自己手里。靠！人族，你要作甚？吞天，开！获得上古异兽肥夷血脉传承 ，SSS 阶异能，吞天进化为史诗阶异能。异能详情：吞天史诗可吞噬万物，大幅提升肉身与精神强度，免疫毒素与腐蚀。吞食史诗级异兽有概率获得血传承，成功吞食肥夷，体质、精神力大幅提升。获得异能：荒芜史诗。每日卜卦次数+1，寿元+50年。SSS 阶的时候吞不下你，现在到了史诗阶，总该试试了。这压迫感比之前强烈得多。他的等级绝对在史诗级之上，现在肥狸已经死了，没他帮忙，我若强行破蛋，恐怕会出意外。好啊你们这些异兽，难道连一点基本的道德准则都没有吗？我千辛万苦帮你把威胁解决了，你倒好，一转头就想要我的命，还有没有天理了？人族，吾并无恶意，只是刚才算了，都是误会。吾乃凤凰血脉，自是不会做出尔反尔、恩将仇报的事。哼，那就好。
凤凰血脉，这要是做成烤鸡翅，那味道绝了。既然肥银已死，暂时没有威胁了，人族吾还需要大量血肉。若吾能赶在天地相通之前孵化，可赐你一场大机缘。等等，你说的天地相通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天地相通？你说的天地相通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天地相通？除了你和肥翼，还有其他异兽会出现吗？一共有多少？都在什么地方？想知道，先让吾成功孵化。真想现在就把你做成荷包蛋。不说是吧？行，国家管控体系又不是摆设。听他的意思，已经不需要血肉了，接下来的时间就是消化，预计3天后孵化。我可没时间陪他在这儿耗，就把他留在这儿，先去解决别的问题吧。义军，我准备出去了。胡攸同志，现在宣布一项任命。是，经研究决定，针对目前我们面临的特殊情况，先将异兽专项调查组升级为灾劫应急管控部，全权负责异兽与天灾的所有相关事宜。任命义军同志为总负责人，胡攸同志任副总负责人，即刻生效。同时，对灾害应急管控部解锁应急状态临时指挥权、专项资源调配权、临时管控规则制定权及执行权、特殊情况对外协调权，即刻生效。这已经不是普通权限了，这是把守护全国的关键职责交到了我们手中。刚才的话是总负责人说的，现在我个人想对你多说一句。小胡，我知道你有心尽责，但这事儿可能要耗费30-50年。只要接过这份文件，你就退不了了。只要接过这份文件，你就退不了了。楼下的智囊组、分析组都已经就位，现在松手，你依旧可以换种方式尽责，不用背负这么重的担子。退，部长，如你所说，我身后是14亿同胞，我能退到哪儿去？你这老胳膊老腿都能担着，我这年轻人还担不住？30-50年后你入土了，我可正当年。你个狗东西，有你这么咒人的吗？哼，实话而已。放心吧，老易，只要我还活着，就终会看见太平的那一天。沙城认为，我坚持认为，从地质活动频率来看，下一个坐标战略意义，我们要考虑的是人口密度。如果异兽出现在主城区，够了，半个小时了，同志们，我还有2个半小时的赶路时间，别告诉我，到现在你们还没商讨出结果。胡攸同志，我知道你的担心。可如果因为决策匆忙导致来回折腾，或者选择的地点不具备战略优势，那不是更加得不偿失吗？我管你这那的，你们的方法太慢，还是用我的好了。你收敛着点儿，他们只知道你有方法锁定一定范围内的上古异兽，不知道你是用卜卦的方式，人多嘴杂。放心，卦来，八方山河定卦，吉凶祸福立判。卦来，八方山河定卦，吉凶祸福立判。选好了，确定是这个。确定，9号位。好，你去附近的机场，教练战斗机已经在待命了，现在出发还赶得及。1号、2号、4号、6号、8号。这些城市里也都有异兽存在，这么多。等等，那你干嘛非要去9号？魔都、玉京，还有你老家的省会都在名单里。山城固然重要，但论战略优先级，卦象大凶。我去山城，局面会彻底失控，防线全线告破，我自己也会陷入9死1生的绝境。一座城市10年，5座城市50年寿元，就这么没了。那你还去？你疯了！我的卜算能力和范围有限，只能带入我去了之后的情况。然而，
我去了尚且如此，若我不去，那3000万百姓会如何？老易，收尾工作交给你，我先去了，搞定以后联系我。放心，这里有我。各位，现在有新情况了。领导，你确定吗？你没接受过专业训练，在这个速度和高度弹跳伞极易发生意外，尤其是山城地形复杂，万一……这是命令，只有从山城正上方落下，才能将全城纳入卜算范围。利用开伞后的时间操控方向，这是最快锁定目标的办法。至于危险，能扛住反器材步枪的身体，要是连个降落伞都玩不团，那才是笑话。能扛住反器材步枪的身体，要是连个降落伞都玩不团，那才是笑话。是，弹射准备，3、2、1，开始。卦象大凶。120小时后，丰都山林，鬼母现尸，引动鬼气异化万物。2万多条死路。经过这一轮强化，卜卦的信息虽然更全面了，但情况也更棘手了。那个东西没有实体，由免疫一切物理伤害的物质组成，这根本不是靠蛮力能解决的。难怪没有实体，我的吞天就无法生效，这就是卦象中大凶之兆的根源。卦象大凶。120小时后，丰都山林，鬼母现尸，引动鬼气异化万物。2万多条死路。经过这一轮强化，卜卦的信息虽然更全面了，但情况也更棘手了。那个东西没有实体，由免疫一切物理伤害的物质组成，我的吞天就无法生效，这根本不是靠蛮力能解决的，这就是卦象中大凶之兆的根源。我说小胡啊，我知道你着急，但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急？没经过训练就直接弹射跳伞，带你的那个小同志现在还没缓过劲儿来呢，人都吓傻了。先说正事。好，你说，山城的撤离安排的怎么样了？已经准备就绪，目标是迁往属地。安置工作顺利的话，36小时内初步完成，72小时内能清空整座山城。你现在有没有具体的目标地点？我们优先处理。范围暂时定在整个汾都，派人巡查境内的山林，密切留意异常。一旦发现黑雾出现，所有人立刻撤离，只需向我报告位置。这种感觉，寿元又在流失。看来泄露天机的代价是根据影响范围来计算的。泄露一个大城的危机就要折损10年，可如果只是锁定一座小城，就只折损1年寿元。已经开始安排了，现在能确定对方是什么东西吗？古籍分析组已经就位，随时可以提供资料支持。鬼母，鬼母，目前只知道它以人心为食，完全免疫物理伤害，具体是什么级别的存在，我还在摸索。好，已经在查了。另外，从你现在的位置到丰都还有100多公里，2个车队已经出发，一队追踪你的降落轨迹接应，另一队在预设降落点等候。连路都给清空了，为了接我，这阵仗够大的。我靠，这特妈的是跑车！
老易这从哪儿调的车？山路还开这么拼？你好，你就是胡幽同志吧？这种面相，大富大贵，福泽绵延，本是极好的命数，可眉宇间竟有凶星高照，死气缠绕，我竟然一眼看不穿。正好今天还有一次补算的机会没用，挂来。正好今天还有一次补算的机会没用，挂来。卦象大凶一，洛清晨血脉苏醒，觉醒 SSSS 阶异能天地瞳，于异兽攻城之战中击杀数万妖兽，最终力竭而亡。二，天地瞳被挖，重伤鬼母。122，鬼母提前复苏，洛清晨沾染鬼气，引动体内血脉提前苏醒。异能，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除了自己之外，还有人能觉醒异能，甚至还是 SSS 阶。这异能分明是专克鬼怪的类型，只要能让他提前沾染鬼气，唤醒血脉觉醒异能，这鬼母也不是杀不得。领导，你不是赶时间吗？握着我的手不放，还闭眼失神，这和油腻猥琐的大叔有什么区别？不好意思，刚刚职业病犯了。职业病？先走吧，路上讲。好。洛清晨是吧？领导，你要是晕车不舒服，别开窗，会影响车身稳定性。我上车的时候带了塑料袋，你吐那里就好。我还没那么菜。你想知道我来这里执行什么任务吗？或许我还需要你帮忙呢。我帮忙？领导，你没开玩笑吧？我不会拿说山城3000万人民的性命跟你开这种玩笑。才不到20分钟，整座城竟然全被调动起来了，真不知道老易是怎么做到的。刚才在路上，我已经将最近所有发生的事跟他讲了一遍，还有这里的任务。他一旦获得异能，早晚要进灾厄部，就当提前培训了。怎么样，在到站之前，你还有时间考虑？这还用考虑吗？我是人民公仆，也是山城本地人，不论哪种身份，我都只有一个选择，不管什么妖魔鬼怪，冲就完事儿了。不过领导，你说我会有超凡能力，我没感觉啊，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刚才见面的时候，我给你算了一卦，因为这件事还给你造成了误会。刚才见面的时候，我给你算了一卦，因为这件事还给你造成了误会。这个不好意思哈，领导，我还以为……以为什么？以为我是那种握住漂亮妹子的手就舍不得松开的痴汉？我不是，我没有。喂，老易，那座山找到了，同志们在山腰发现一座山洞，里面有黑气泄漏，坐标我已经共享到那辆车上了。领导，坐标更新了，预计5分钟后到达。知道了。其他几座城市呢？现在有发现吗？目前还没有，上面限定了时间，如果你12小时内没解决山城的事，其他5座城只能大规模迁移了。这5座城都是大城，动作太大，灾变的事儿可能就压不住了。我明白，12小时是吧？我会尽快的。那好，一路顺利。经理，这玩意儿竟然还能被人从洞里带出来！您就是胡幽同志？
小洛，领导这是怎么了？我也不太清楚，这次任务本就特殊，听领导吩咐就是了。所有人，你们现在身体有没有什么不舒服？我也不太清楚，这次任务本就特殊，听领导吩咐就是了。所有人，你们现在身体有没有什么不舒服？不舒服，报告领导，我们全员感觉良好。那个，领导，我的感觉也不错。你不一样。那行，你们现在立刻撤退，远离丰都地界，等候下一步指示。是。你进过这个山洞？进过。当时我们不确定这黑雾是不是您要找的，我进去探查了一圈，确认这是活的黑雾，才锁定了目标。除了你以外，你们队伍里还有其他人进去过吗？还有汪叔，他当时跟我一起进去的。那你从洞里出来之后，有没有什么别的异常感受？感受？倒是没什么特别的感受。领导，您这么问，是不是这黑雾有啥问题啊？我出来之后，真没觉得自己有啥不一样的地方。自从看到洛清晨的卦象，我就在想，黑雾是不是也能让人类觉醒偷凡之力，就像洛清晨一样，哪怕是低阶异能，也是对抗鬼怪的战斗力。眼下小苏的情况，正好印证了我的推测，与其凭空猜测，不如直接补一卦。用一次补卦机会，若是能探查出黑雾和超凡之力的关系，绝对划算。卦象凶：一、沾染鬼气，受元气运双降，身体精神双重衰弱；二、逃过劫难异变，沦为行尸；213扛过异变，觉醒地阶异能蛮横，成为超凡者。这也能成为超凡者？洛清晨靠血脉唤醒，小苏无特殊血脉，仅接触鬼气扛过异变就成了超凡者。也就是说，接触鬼气的普通人都有几率觉醒超凡之力。天灾不止异化野兽，同样在影响人类。行了，待会儿的任务你可以跟我们一起。这个，领导，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任务呢。小洛，群众撤离还需要时间，你给小苏讲讲我跟你说过的事儿。来了。领导，您的意思是，这山洞里很有可能就是那吃人心的鬼母？我们待会儿进去是为了猎杀他。没错。可我们现在连猎杀方案都没有，进去很有可能直接暴毙。全对，怎么样？要是想撤退，我不会笑你的。退锤子退！我太爷爷是川军，当年杀鬼子他没退，我也不得退。好，凭你这句话，我送你一场机缘。啥子机缘？待会儿你就知道了。丰都已经完成撤离，任务可以开始了。好。丰都已经完成撤离，任务可以开始了。好。记住，待会儿进入山洞以后，绝对不要贸然行动。一旦发生任何异动，你们立刻撤走，不用管我。可是领导，我不想浪费时间跟你们解释。记住，这是命令。是。这股寒意对小洛和小苏侵蚀极强，对我顶多有些反胃不适而已，外围黑雾还奈何不了我。就这里吧，你在这里吸收鬼气，一旦里面有任何动静，不要靠近，直接跑，明白吗？是。听从命令，执行任务，我只要守好这8个字就行了。紧张吗？报告，不紧张。想要诛灭鬼母，唯一的指望就是让他放松下来，顺利觉醒血脉异能。
没事，我也紧张。我好像碰到你要找的鬼母了。冷静。这特么，卦象里明明只有一头鬼母，哪里来的这么多？狐幽，我好像还是没有觉醒你说的能力啊。别着急，现在这些鬼母都还没有苏醒，我们还有时间。你尝试着多吸收一些鬼气，说不定会有用。好。卦象里的鬼母身形巨大，和黑雾唯为一体，可眼前的这些是鬼母的分魂。既然是魂体，那是不是也能对它卜卦？小洛，你继续吸收这些黑雾，如果有任何特殊情况，立刻叫醒我。好。提前撤离，竟能延缓黑雾扩张。118小时后苏醒，调遣鬼气引起野兽异变，猎食人族。2. 收获大量人心，吞食分魂，壮大自身魂体。314吞食1000万人心，位列10方鬼帝之一，大吉。1238复苏前鬼气干涸，魂体动荡，凶。5132 118小时后因鬼气干涸无法造苏醒，化作纯粹鬼气，大凶。这哪里是鬼物，分明就是祥瑞。鬼气入体，普通人扛过异变就能觉醒超凡之力，有血脉者能激活顶级异能，抽干这里的鬼气，既能让鬼母无法苏醒解除危机，这些分魂和鬼气更是大夏未来对抗天灾的底蕴。这哪里是鬼物，分明就是祥瑞。鬼气入体，普通人扛过异变就能觉醒超凡之力，有血脉者能激活顶级异能，抽干这里的鬼气，既能让鬼母无法苏醒解除危机，这些分魂和鬼气更是大夏未来对抗天灾的底蕴。怎么样，算出什么来了吗？目前这里没有危险，只要不唤醒这些鬼母就好。你现在暂停吸收，拿我电话出去，通知义军立刻送气体采集容器过来，越快越好，越多越好。记住，一定要出了洞再打电话，凡事都要有2手准备。也不知道常规容器能不能装住鬼气，不如我先吞一下试试。吞天，启动。没想到这鬼气味这么重。吞噬鬼气，灵魂强度增加。吞食大量鬼气，灵魂强度达到 D 阶，灵魂可短时间脱离肉体。吞食大量鬼气，灵魂强度达到 C 阶，灵魂可长时间离体100米范围。吞食大量鬼气，灵魂强度达到 B 阶，可吸纳并储存鬼气。个体的强大固然重要，可未来天灾实在太多了，提升这点灵魂强度，远不如用这些鬼气制造更多超凡者，研究对抗方法来的重要。若是用不完，到时候再用来壮大我的灵魂强度也完全来得及。这里面还有东西，这里面还有东西。狐幽，领导，凌晨3点，距离灾变降临还有116个小时。从我开始吞噬鬼气到现在，竟然已经过去了3个小时，可我完全没感知到时间的流逝。这些，小洛，这些就是我们的任务目标吗？明明已经下了撤退命令，怎么非但没走，还跟着过来了？汪叔他们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作战人员，易部长直接下了指令，派他们过来协助我们。领导，应急小队汪前山向您报道，请指示。你们暂时在这里待命就行。这些东西都看见了吧？
待会儿他们会自行消散，转化为鬼气。你们用设备全部采集封存，全程保持安静，绝对不要触碰，私自吸入。有异常立刻汇报。是。小苏，你可以先离开了，去医院找一间单人病房住下，让专业人员全程监控你身体的各项体征。领导，我身体没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还能跟着您继续执行任务。不是你能不能坚持，而是你即将进化。你小子走狗屎运了，知道吗？这黑雾能让人进化，获得超凡之力，过程会有痛苦和不可控行为，只要你扛下来，守住本心，就是实打实的超凡者了。就像是领导您一样的存在吗？每个人觉醒的超凡之力都不一样，我也不知道你会解锁什么能力，不过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我还等着你跟我并肩作战呢。你一定会成功的，我还等着你跟我并肩作战呢。你刚刚是骗小苏的，对吧？为什么这么说？这些年混迹江湖，除了通神挂术，我最拿得出手的就是忽悠。刚才确实给他们画了饼，可我没想到洛清晨竟然能看出来。感觉我从小就能看出来别人是不是在说谎，是不是在骗人。先前我那么快接受你说的天方夜谭，就是因为我知道你没有说谎。可刚刚忽悠，下面好像有什么东西。退后。这是鬼母。确实是鬼母，估计山洞里的那些分魂也都是从这水下出来的，这下面绝对有大问题。忽悠，你该不会是想直接下去吧？想什么呢？下面的情况完全未知，我怎么可能贸然下去？怎么也得先卜一卦呀。一旦有危险冒出来，我至少能替他挡一挡。卦象小吉，卦象小吉。一、挖掘山体寻找石门，收集大量鬼气，击杀部分异兽，小吉。二、跳入幽泉追寻暗河，吞食异兽强化自身，小吉。141卜卦中被幽泉鬼蛇咬伤，鬼气入体，凶。142幽泉鬼蛇发动突袭，洛清言舍身相护，中毒而死，凶。等等，什么玩意儿？小心！这是超凡之力。SS 级天地瞳，他真的觉醒了。小洛，清寒，出事了，可惜今天卜卦次数已用完，现在最要紧的是先把洛清寒带出去安顿好。小胡，这是怎么了？你没受伤吧？放心，只是出了些小意外而已。先去医院，其他的我路上再跟你讲。好，走。快点！哟，小胡，你这是执行任务顺便拐个媳妇儿回家？虽然组织不反对自由恋爱，但是这个时间点
是不是有些不太合适？知道我让你紧急调运气体采集设备过来是干什么的吗？不知道。我找到人类对抗天灾和异兽的方法了。我靠，什么方法？你小子倒是快说啊！超凡，天灾来临，鬼气四散，人类也能和那些野兽一样，在鬼气的浸使下，获得不同程度的进化，觉醒超凡之力。只是这方法或许残忍了些。整座山城第一医院被临时征用为大夏第一个超凡者培育基地。胡有以10年受冤为代价，将鬼气催生超凡者的逻辑尽数告单义军。这里成了孕育大夏第一批超凡者的温床。院内只有2名特殊的病人。胡幽，你这是在干嘛呢？如你所见，我在搬运鬼气，先前山洞里的鬼气都被我吞了，现在要吐出来封存好。对了，你还记得山洞里发生了什么吗？对了，你还记得山洞里发生了什么吗？这就是你说的超凡之力吗？没错，你可以闭上眼，仔细感受能力的具体效果。但记住，你现在的身体素质绝对不允许第2次动用，只感受就好，明白吗？明白。这个能力叫天地同，能窥破一切虚妄，对鬼魅魂体有先天压制。睁眼可发动范围攻击，但会消耗巨量体力，只是还不知道具体威力。具体威力我不清楚，不过刚才你凭这一招直接斩杀了一头地阶异兽，恭喜你，以后你就是大夏超凡者中的一员了。谢谢。对了，小苏呢？他怎么样了？觉醒了什么能力？他还没有觉醒，情况和你不一样，需要留院进一步观察研究。哎，你去哪儿？玉京，像分都山洞里那种鬼气源头，绝对不止一个，整个大夏境内还不知道藏着多少个。我必须赶在天灾全面降临之前，提前做好所有准备。既然你这里没问题，我也该赶往下一个地方了。既然你这里没问题，我也该赶往下一个地方了。那我呢，领导？我现在可隶属于灾厄部了，你可不能不管我啊！瞎掺和什么呢？你刚刚才休克晕倒过一次，现在最需要的是好好休息。那你呢？你多久没睡觉了？看看你的黑眼圈，cos 国宝都不用化妆了，好吧？他说的没错，我的身体素质虽远超常人，可身体的疲惫、精神的紧绷是没办法彻底消除的。唯一能喘口气的这1小时，我还得时刻盯着他的情况，怕他出现异变。我不用休息。那我也不用。编号504718，洛清晨，随时待命。小胡，让他去吧。啊，你一个人身上的担子太重了，有个人在身边帮你分担，照应着也好。小洛是吧？你确定你的身体已经完全没问题，能执行任务了？报告部长，确定。那好，从现在起，你正式变入灾厄部特别行动组，跟着你的胡长官，随时听候差遣，没问题吧？收到，保证完成任务。行了行了，要跟着就抓紧时间换衣服，别耽误行程。收到，保证完成任务。行了行了，要跟着就抓紧时间换衣服，别耽误行程。老易，
丰都山洞那边你千万盯紧了，在我回来之前，只能收集鬼气，绝对不许任何人靠近内眼幽泉，半步都不行。放心，你都叮嘱800遍了。第一批志愿者已经筛选完毕，只要小苏这边数据没问题，就会分批次接触处理后的鬼气，全程给你直播。顺利的话，你下飞机就能看到结果。这路上10几个小时，你给我好好在飞机上补觉，听见没？知道了。你干嘛？电梯在那边。这种方式最快。早啊，队长，睡得还好吗？还不错，估计这是我未来几天里睡得最香的一觉了。走吧，已经有人在下面等我们了。胡幽同志，你好，我叫叶万山，受上级指派，负责配合你在玉京的一切行动。军方的人。叶万山同志，你好，现在情况怎么样？有没有找到可疑地点？情况比较复杂，我们路上细说。没办法，今日份的5次卜卦机会，在山城就已经全部用完了。现在除了基础的被动感知，我没办法主动卜算未来的事，只能先看官方这边查到的线索。这是过去3个小时灾害部紧急拟定的最新行动计划书，义军同志已经审核通过，就等胡幽同志你最终定夺签字。计划书？整个计划以玉京、魔都、蜀都、山魳、长安、金陵、深圳、拉萨、乌鲁木齐9座城市为核心安全区，我们会确保这9座核心区没有异兽和天灾隐患，同时就近将周边城市的民众向核心区迁移，争取在天灾降临前完成全国80%以上民众的转移安置，争取在天灾降临前完成全国80%以上民众的转移安置。当然，执行这个计划的前提是需要胡幽同志你先将剩下几座核心城市的异兽、天灾隐患彻底清除。目前距离灾变降临还有112个小时，不知道胡幽同志你有没有信心？目前蜀都、山城、乌鲁木齐已经可以确定，短时间内不会有异兽侵袭。深圳、金陵2地在之前的大范围筛选中也确定不会出现天灾和异兽源头，也就是说，我需要赶在灾变来临前解决玉京、魔都、长安、拉萨这4座城市的隐患。112个小时，满打满算，我也只剩20次卜卦的机会。如今最棘手的山城都已经解决了，剩下的几座城市难度应该不会太大，最好能一卦锁定1座城的隐患，这样还能留出更多时间给民众迁移。胡幽同志，还请你考虑清楚，这个字一旦签下，大夏14亿民众就将开始拖家带口奔赴这9座核心城市。如果你能顺利解决所有隐患，自然是利在千秋的大好事。可若是有1座城的隐患没能解决，届时大量民众聚集，所造成的灾害将是先前的数倍，甚至数10倍。放心，火种计划可以执行。先启动蜀都等5座已确认安全的核心城市，周边民众的迁移工作立刻开始。玉京周边的城市也可以同步启动。至于剩下的3座核心城市，等我亲自到了现场再定夺。好，
至于剩下的3座核心城市，等我亲自到了现场再定夺。好，从这一刻起，整个大夏就要悄然进入史无前例的全国爆强大迁移状态了。大家活动为未来提醒。对了，叶万山同志，不用这么正式。小胡，我跟义军也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你要是不介意，就叫我一声老叶，我叫你小胡，交流起来也方便些。好，老叶，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是哪里？你们已经发现疑似异兽存在的地点了？是已经发现了，只不过目前还不能100%确定。是哪儿？紫禁城。作为曾经的帝王寝宫，如果异兽真的藏在里面，那可不是一般的棘手。不过还好，上次卜卦的时候，关于玉京的卦象是小凶，虽然会有波折，却不算致命危险。如今有洛清人在一旁协助，我的灵魂力量也得到了大幅提升，应该不会出什么大问题。怎么，是和你算出来的地点有差距？如果不对，你直说就好，我们立刻更换布防地点，一切以你的判断为准。先去紫禁城吧。怎么，是和你算出来的地点有差距？如果不对，你直说就好，我们立刻更换布防地点，一切以你的判断为准。先去紫禁城吧，我一天只能卜算5卦，今天的次数在山城就已经用完了。你现在问我，我也拿不准。不过既然紫禁城有疑似异常，去看看也好。只要到了门口，我就能感知到里面的具体情况。好。到了，小胡，你说过到了门口就知道情况如何，现在怎么样？待会儿你跟我们一起进去吗？我负责玉京及周边城市的迁移统筹工作，没办法和你们一起行动。如果我要求你必须跟我们一起进去呢？等我1分钟，我立刻把工作移交出去。得，破案了。那异兽根本不在紫禁城里，就在这儿。哎，对，再往左一点，不对，右边，右边，右边。行了，不在这里，继续往里走。探查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气运。每个人身上都有自身的气运。在我调遣他们进来之前，这些士兵只负责外围警戒。今日气运都是小吉，我进入紫禁城之后，他们的气运就开始持续衰败，眉心之上也笼上了一层黑雾。越是靠近异兽所在的位置，黑雾就越浓郁。这不就是现成的异兽探查器吗？不对，你们再往回走一些。停，留2个人站在疆地，剩下的人继续往里走。停，再留2个人下来，剩下的人继续。队长，是出什么问题了吗？从进入太和门开始，这10人的气运就在不断变动，哪怕变动极其小微，也逃不过我的眼睛。刚入太和门时，众人头顶的黑雾对应的是重伤不治的凶怨，可踏入广场的第1个点位，气运直接跌到了尸骨无存的大凶。照理说，这就能锁定异兽的大致位置了。可往前走了没2步，胸胀又跌回了重伤，如此往复，我整整标出了5处可疑点位，要么
是我的气运观测出了问题，要么就是这太和殿广场的地下藏着不止一头异兽。按这5个点位的密集程度推算，整个太和殿地下的异兽数量至少上百头。按这5个点位的密集程度推算，整个太和殿地下的异兽数量至少上百头。找人，把周围负责警戒的士兵全部调过来，越多越好。是。各单位注意，我是洛清晨，立刻调派所有警戒兵力到太和殿广场集结。根据地下探测结果，太和殿广场下方没有任何空洞或特殊结构，是实打实的夯土地面。365个点位的地下9米处，却全部探测到了同一种特殊声波反射，疑似某种特殊矿物。不用想也知道，这所谓的矿物根本就是异兽卵，整整365枚。这建造紫禁城的老祖宗到底是想干什么？开挖！挖出来了！我挖出来了！领导，你快来看看是不是这个？来了！这里我也挖出来了，还有我这里。多谢各位同志，你们可以先撤退了，这里交给我就好。东西是挖出来了，整整365枚异兽卵就在眼前。如果只有1枚，我直接上嘴一口吞了就行。有吞天在，不用卜卦也能摸清它的底细。可现在这么多，万一吞了一个，引发连锁反应，把剩下364个全惊醒了怎么办？就算我现在有荒芜异能，能把一定范围内的所有东西化作荒漠，也不算绝对稳妥，必须布置后手。小鹿，我在。队长，有什么指令？不妨维持现有的封锁线不变，立刻调365队狙击小组过来，全部配备反器材狙击步枪、穿甲弹，越快越好。是。退！不对，应该还没到孵化时间。不管是肥刃还是冰鸾，都需要特定的条件才能完成孵化。冰鸾蛋吸收了那么多血肉都不急着破壳，多半是要等天灾正式降临的时候才会孵化。这些异兽卵的品级，显然连肥瘤都比不上，更别说冰鸾了，不可能这么轻易孵化。现在的颤抖，应该是触发了什么别的禁制。不管了，先吃了这枚再说。吞天，启动。成功吞噬半蛟龙蛋，身体素质得到微量提升，寿元加1年。半蛟龙，这些异兽连正经蛟龙都算不上。奇怪，如果只是这种水平的异兽，怎么会让我在卦象里落得个小凶的结局？当时卜卦显示，我来玉京此行可是会受伤的。队长，小心！下面好像还有东西。不对劲，这些半蛟龙蛋可是宝贝，不说把这364枚全吞了，能给我加364年的寿元。就算把它们泡在鬼气里加速孵化，大夏就能立刻拥有364头半蛟龙。不管是用来研究驯化，就算是煎炒烹茶，都是顶好的东西。这些蛋必须抢救出来。把蛋收走，全体撤退，快！队长说过，天灾还没降临，非紧急情况绝对不能贸然启动天地瞳，否则会彻底脱力，拖他的后腿。靠！管不了那么多了，现在就是紧急情况。
管不了那么多了，现在就是紧急情况。队长，下面有一头龙，五爪真龙。支援，我们需要支援！挖掘队、升降梯，抓紧时间运过来，快！得，午饭时间到。成功吞噬半巨龙蛋64，身体素质得到小幅提升，寿元加64年。又是祭坛，和之前发现冰鸾蛋的祭坛不一样，这里没有堆积如山的骨堆，除了石壁和棺椁，就只有塌散下来的沙土碎石。也就是说，这里原本是完全封闭的空间，因为上层石板碎裂，沙土下沉，才让我和这些半蛟龙蛋掉了下来。可为什么之前的地下探测完全没发现这里还有这么大一个空间？难道是这些石板的材料特殊，能屏蔽探测？难道是这些石板的材料特殊，能屏蔽探测？掉下来之前，洛清晨喊着下面有一头五爪真龙，难不成？这是龙骨，只是一具龙骨而已，竟然能直接影响到我体内的2种异兽血脉。还好我不是纯粹的异兽，而是消化了异兽血脉的人类，否则怕是在看见这龙骨的瞬间，就直接瘫软在地了。可为什么紫禁城地下会埋着一具真龙尸骸？又为什么会有365枚半蛟龙卵埋在这龙尸的正上方？难不成大夏古时候就已经出现过异兽了？这或许是我距离查清异兽来源最近的一次。紫禁城自1406年始建，至今已经620年，这些异兽蛋也在地下沉睡了620年。这个数字看似很长，却是我接触过的异兽里年份最小的一批。不管是山洞下的冰鸾蛋，沙漠里的肥玉卵，还是鬼母山洞里的魂体，经过碳44检测，他们所处的环境至少数千年没有人类踏足过。想要查清异兽的来源，这具龙尸和这批半蛟龙卵就是最好的突破口。可惜今天的卜卦次数已经用完了，否则只要卜一卦就能查清所有来龙去脉。队长，你还好吗？能听见我说话吗？能，下面没有危险，你们不用下来。下面有重要物品，立刻找几台大吨位起重机过来，我跟着这东西一起上来。小胡啊，小胡，你下次能不要这么冒险？除了玉京，还有好几座城市的异兽危机都没解决。你要是出了事，我真是……行了，老叶，我这不是好好的，什么事儿都没有吗？放心了。对了，来看看这次的最大收获。你呀，难怪老易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一定看紧你。你这性子也太跳脱了些。下次我一定收敛。这是龙？紫禁城是封建王朝真龙天子的居所，可谁能想到这紫禁城里竟然真的埋着一条真龙？没错，为了盛放这具棺椁，地下专门建了一座完整的石室，距离地面足有数百米深。
到时候你找人采集石壁和棺椁的样本，做一下碳44检测。我要知道这座石室到底是什么时候建造的。这个简单。那这东西怎么处理？留在玉京？先送去山城吧，包括之前收集的300颗半蛟龙卵也一起送去山城，那里有充足的鬼气可以做实验，很快也会诞生大夏第一批超凡者。把这些东西送到那里，更安全，也更方便研究。对了，我队员呢？刚刚不还吵着要下来救我吗？在车上睡着了，应该是又强行动用了超凡之力，脱力了。随行的医务组已经检查过了，身体没什么大碍，就是睡熟了。你要不要也休息一下？还是不用休息？准备一下，我们直接去魔都。对了，山城医院那边出了些新情况，你抽空给老易打个电话过去。知道了。你啊你，都说了让你不要逞强，不要随便乱用天地瞳，就是不听。现在好了，又晕过去了，想留我一个人上班啊？告诉你，做梦！大家都是一个队伍里的，哪有我加班你睡觉的道理？这玩意儿没毒，品级也不算高，就算是没有吞天异能的普通人也能吃。吃下去不说能觉醒异能，至少能把他耗空的精神力和体力补回来，状态直接拉满，正好适合他。醒了。醒了就准备出发。玉京的事情解决了，下一步我们去魔都。你怀里的蛋壳是好东西，磨成粉随身备着，另一颗蛋也放好，留着应急用。是，那队长，有了这个，我以后是不是就能随意使用天地瞳了呀？做梦呢你！这是给你应急用的。应急，听到了吗？听到了，听到了，2只耳朵都听到了。准备登机，等到了魔都再说。是。喂，老易，听说医院出事了。代号001实验体已经开始异变，经过专家组全程检测，他现在已经丧失了全部人类思维能力，只被进食、杀戮2种本能驱使。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任何能让他恢复意识的方法。001号实验体正是此前接触并吸收了鬼气的小苏，因鬼气的特殊性，在没有成功觉醒超凡者的先例前，即便有大批志愿者主动报名，也不敢贸然开展大规模人体实验。已接触鬼气的小苏变成了大夏第一个超凡者实验体。这是正常现象，除了极个别存在可以跳过这个环节之外，其他人想要获得超凡之力，就必须闯过这一关。最终能不能活下来，能不能觉醒能力，全看小苏自己能不能撑过去了。洛清晨就属于这个极个别，对吗？对，根据卦象显示，造成这种差异的核心原因是血脉。可具体哪些血脉拥有这种豁免异变的能力？是不是每个拥有这类血脉的人都能稳定跳过这个环节？我现在也没办法完全确定。明白了，这边我会亲自守着，专家组也会24小时盯守实验体的生命体征。对了，听说你还从紫禁城搞回来一批半蛟龙蛋，需要用鬼气辅助孵化吗？先孵化一颗出来看看情况吧。对了，沙漠里的那位，现在情况怎么样了？目前他已经不再需要血肉供养，周身用一层冰蓝色的雾气彻底隔绝了四周，我们看不到里面的具体情况，只能通过热成像确定他还停留在原地，没有异动。周身用一层冰蓝色的雾气彻底隔绝了四周，我们看不到里面的具体情况，
只能通过热成像确定他还停留在原地，没有异动。等我处理完这几座城市地的隐患，会立刻赶过去。辛苦了，小胡。没事儿，还有2个小时飞机就降落了，我吃个午饭休息一会儿。对了，魔都那边能处理的话自然最好，如果你实在没办法处理，就帮我带个人回山城，哪怕是动用一些强硬手段也可以。谁啊？等到了你就知道了。这糟老头子跟我还卖关子。胡幽同志，你好，我叫易灵薇，受上级指派，负责配合你在魔都的一切行动。你和义军？他是我爸。不过我们在工作上没有任何交集，胡幽同志只管正常开展工作就好，不用有任何顾虑。明白。看这架势，老易这父女俩的关系怕是不太对付。不过我不是来处理家长里短的，没心思管这些闲事。现在魔都有没有发现异兽存在的踪迹？没有，自收到总部指令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6个小时。军警联合部队已经将魔都市区、郊区乃至周边所有行政区域的可疑地点全部完成了拉网式搜寻，没有发现任何异兽活动的踪迹，也没有检测到异常能量波动。不对啊，之前卜卦显示我来魔都此行是大吉，不仅有概率提升吞天异能的等级，甚至还有机会获得新的血脉传承。换句话说，这魔都地下藏着的异兽等级很可能在肥罪之上，至少和冰鸾是一个级别的，不可能在这么大规模的拉网式搜索下一点线索都没有。除非这异兽也和紫禁城的龙狮一样，被深埋在某个能屏蔽探测的特殊地点之下，又或者沿海区域呢？你们有没有探查过沿海区域？这个还没来得及部署，我现在就安排。稍等，队长，你怀疑异兽藏在海里？有这个可能。胡幽同志，指令已经下达，沿海各区的排查工作即刻启动。那魔都周边的群众是否要按照火种计划开始启动迁移？不急，魔都和玉京的情况不一样，这里的异兽等级极高，若是没有找到异兽的确切位置就贸然迁移，很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引发更大的灾难。明白。那你现在准备去什么地方？我们立刻安排路线。先绕着魔都转一圈吧，就从海边开始。是。黑，无尽的黑，眼前这些人的头顶全都凝聚着一团厚重如墨的黑云。这一幕和我之前在蜀地看到的景象一模一样，不，甚至还要恐怖无数倍。如果说之前蜀都众人头顶的凶煞黑线程度是 9.8， 那现在眼前这些人头顶的黑线已经达到了12138，这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这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前者是大凶之中尚有一线生机，后者却是死无全尸，乃至凌迟惨死的绝凶之兆。这里
到底会发生什么？队长，是发现什么了吗？我今天的卜卦次数已经用完了，没办法确定具体情况，还是先按照原计划进行。还好刚才没让翼灵岩启动火种计划，这要是让周边城市的居民全都往魔都迁移，还不知道会引发多大的灾难，死多少人。反正距离下次刷新卜卦次数也就只剩8个小时，大不了这8个小时我就留在魔都，哪儿也不去，也一定要把这里的隐患找出来，彻底解决。黑，浓郁到极致的黑，就算不看具体的某个人，我都能看见那些临海的写字楼、居民楼上凝聚着铺天盖地的厄运黑云。可当视线挪到靠市区一些的大楼时，那股厄运却明显减弱了不少。在海边，立刻调遣所有探索队前往沿海区域，全员配备实弹，注意安全。那异兽很有可能就藏在海边。收到。有船吗？找艘船，我们出海看看。简单，我立刻安排。找艘船，我们出海看看。简单，我立刻安排。船，确实是船，可这船未免也太大、太高调了些吧？胡优同志，这艘船不行吗？那我现在立刻向上级申请航母编队。倒也不用，这船勉强也行，先上船吧。就这配置，别说是在海里找一头异兽了，就算是直接充当国战的先头部队，都绰绰有余了。胡优同志，临时舰队已经集结完毕，共计大型驱逐舰3艘，中小型驱逐舰518艘，请您指示。不用这么正式，我没有指挥海战的经验，专业的事还是交给专业人来做就好。我只有一个要求：铺满。魔都的危机很可能是从沿海区域开始的，至于异兽具体的藏身位置，我目前还无法确定。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整个魔都沿海区域布置足够的火力，最好是把整片近海彻底铺满，在寻找异兽踪迹的同时，做好随时开战的准备。是。这是我这段时间以来睡的唯一一个整觉，足足睡够了8个小时。胡优同志，醒了吗？醒了。是找到异兽了吗？没有，或者说，我们没办法确定那东西是不是异兽。什么情况？三言两语说不清楚，您来作战会议室看看就知道了。事情紧急，先开会。谁能先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报告，我来汇报。他们好像在找什么东西，而且他们好像很着急。刚才的画面是1个小时前0192号水下探索队最后传输回来的话，队员全部失联，水下已经出现了疑似异兽的生物，投影上是技术组经过多战修复后的影像。目前已知该生物身体狭长，疑似海蛇类生物。除此之外，我们对它一无所知。等等，把刚刚的视频再放一遍。
就放出奸笑的那一段。是。保护，这水下的异兽在护着什么东西？这片水域在什么位置？杭州湾外围。目前这片水域已经被我们划分为1级警戒区，随时可以进行更深层次的水下探索，或是直接实施饱和式打击。暂时不用，带我过去，大概多久能到？已经到了，不过我并不赞同你亲自下海侦查，就算要去，至少也要安排一定数量的支援部队跟随，确保你的安全。不过我并不赞同你亲自下海侦查，就算要去，至少也要安排一定数量的支援部队跟随，确保你的安全。想来也是，她是义军的女儿，肯定早就知道了我每次执行任务都冲在最前面的性子。到了魔都，自然也会防着我孤身犯险，不需要支援部队，我心里有数。你留守船上，明白？收到。让所有水下探索队员立刻上浮。如果在水下真的遇到了那东西，再多的支援部队也没用，只是徒增伤亡。是，所有水下探索单位立刻上浮。重复，立刻上浮。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体内的肥鹰血脉，入海之后，心头总有一股莫名的烦躁感。还好，除了这点烦躁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不适。果然来了，这是鳗鱼。看这样子，他显然已经具备了不低的智慧和思考能力。坏了，我是能听懂这些异兽交流的意思，可不代表我也会说。他现在问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会发出他们的警示声，我根本没办法回应。算了，反正卜卦次数马上就要刷新了，把这条异化鳗鱼带上去，算一卦就什么都知道了。就是现在，荒芜启动。乖了，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只要你乖乖听话，我就不会杀你，也不会吃你，选择权在你自己手里。快，打捞组准备，在那里！我靠，先前吃人的就是这玩意儿吗？这就是报告里说的异兽，未免也太恐怖了些。恐怖吗？我觉得胡油同志更恐怖，好不好？小鹿，我在。队长，是需要叫炊事班的同志加班吗？这个先不用。我问你，距离午夜12点还有多久？我在。队长，是需要叫炊事班的同志加班吗？这个先不用。我问你，距离午夜12点还有多久？报告，6分21秒，20秒，19秒。行，不用你倒计时了。这海风吹着也怪冷的，要不你们先下去，我单独审审这玩意儿。不用，胡优同志，这家伙也能审问。我跟你一起，我在审问方面也是颇有心得的。这个，我审问的方式有些特殊，你们也帮不上什么忙，要不
先回避一下。我也怕这家伙突然发狂，误伤了你们。特殊，胡油同志，现在是特殊时期，不管是多特殊的方式，我们都能接受，请你相信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更何况，未来我们总是要站在前线的，总不能一直躲在你的身后来面对这些异兽吧？这说的倒是有理。不过，在我开始审问之前，各位务必做好防护措施，最好是全部站在洛青云的身后，以确保自身安全。我，天地童，队长是想借着这条异化鳗鱼起卦，可起卦的时候，他会进入全神贯注的失神状态。如果异化鳗鱼没发现异常还好，可若是他发现了，想趁着这个机会逃草或是伤人，就需要我用天地童将他镇压，甚至直接击杀。请队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全军撤退，准备动用核武器进行毁灭性打击。卦象大凶。卦象一：95小时后天灾降临，相柳出生，引发百米海啸。卦象二：相柳蛋分泌异化液，海洋全域异化，所有海洋生物产生不同程度的变异。卦象1238：提前寻找到相柳蛋，强行吞噬，体内血脉被相柳血脉压制，吞噬失败，爆体而亡。卦象4158：寻找到相柳蛋，强行封印。95小时后，相柳破壳而出，大开杀戒。卦象9534：相柳复苏，成功吞噬一丝相柳血脉，贪天异能进化，身体素质大幅提升。卦象13267：吞噬相柳血脉失败，海洋全面异化，被百万异兽围攻，强行突围，重伤。所有异化的源头是一枚黑蛋，它的表面会分泌淡紫色的异化液，异化液溶于海水之后，会导致周围的海洋生物发生异化。黑蛋的具体坐标我还无法锁定，不过它周围有几个明确的特征：生长着大量海草，遍布礁石，鳗鱼群聚集，深度在水下100米左右，周围无任何贝类生物，范围基本锁定在杭州湾外的近海区域。各位接下来的任务很简单，核心只有2个字：找。动用所有力量，全域拉网式排查，越快找到这枚黑蛋越好，不得有半分延误。收到，立刻执行。是。报告，杭州湾近海全域搜索任务已全部执行完毕，全功率声呐与深潜探测全覆盖，仍未找到目标礁石区与相柳蛋，再往外航行就已经临近边境线了。你们继续留游在这片海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我和洛清晨乘坐私人游艇，伪装成出海游玩，再去外面看看情况。再往外就是边境线，跨过去就是越境，会有不可预估的风险和影响。我知道，所以你们留在境内继续排查。我和清晨单独过去，不会牵连大部队。是，保证完成排查任务。你们也要注意安全。队长，我找到了。就在那里。确定吗？确定。那边有一股紫气萦绕，
和我之前在鬼母山洞里看到的鬼气一模一样。从原则上来讲，这种情况应该先汇报给组织，经过上级的外交沟通与商讨，确定最终的行动方案，才能决定下一步动作。可现在距离灾变降临只剩不到95个小时，根本没有时间走繁琐的外交流程了。什么？休假？这个时候了，你还想着休假？洛清晨，你还有没有组织性？有没有纪律可言了？对，领导，我申请休假，从现在开始。你个小同志啊，等会儿我跟上级打个报告先。这种事儿要是没被发现，自然是皆大欢喜；可若是闹出了动静，被发现了什么，那就是实打实的外交事故。咱就是个刚上任的小白，哪里背得动这种黑锅？自然是要找个能背得动的来扛着喽。喂，老易啊，我带我队员一起休个假，也不长，就几个小时。啥？我听不清你说话。你不说话，我就当你同意了。行，等我到时候销假再给你打电话。小洛同志，会游泳吗？一般般，不过有领导带着，应该没什么问题。你确定不留在船上？天地瞳可看不到那么远的水下。领导，我保证尽量不拖你后腿，行不？走着。连这东西都带上了，这丫头是真准备随时放大招啊！有异兽，看来就是这里了。只要跟着这头异兽，一定能找到黑蛋的准确位置。那是蛋，这分明就是一座小山啊！总算知道了，为什么那么多卦象里没有一卦是我尝试把这枚蛋从海里带出去的。这玩意儿鬼知道有多重，根本就不可能原样带回去，只能按原计划进行了。你是非夷一族？相柳，这玩意儿竟然能直接进行意识交流，等级怕是比那冰鸾还要高。算是，只是身具部分肥夷血脉而已。哼，半妖嘛，难怪你能提前苏醒，没被这群人族蝼蚁蒙蔽。相逢即是缘，赠你小子一桩机缘，吞无精血，可消你体内那碍眼的人族血脉。此后好好做个妖族，潜心修炼，说不定日后还能来吴麾下效力。精血，这不就是相路血脉吗？合着当初卜卦算出来的大吉，竟然应在这里了。不管了，有好东西不要王八蛋，先收下来再说。多谢前辈。行了，退下吧。待天地重启之日，你再来拜见吾。吾可不希望看到你一身劣质人族血脉在我面前晃悠。对了，你带来的这人参不错，若是有机会，再多带些来，日后吾自有重赏。人参？他说的是洛清晨？前辈误会了，这可不是什么人参，这是我的上级才对，他可执掌着我的生杀大权啊！上级？一个只拥有微薄神血的人类而已，也配执掌你这半妖的生杀大权？是啊，前辈有所不知，如今这人类可早已今非昔比了。他们制造出的那些恐怖武器，我们这些偏妖根本扛不住。只要不听话，半拉身子直接就被炸飞了。我们这些半妖的日子不好过啊！甚至他们还卜算出了天地重启的准确时间，瞄准的就是您这样还未完全苏醒的大妖们，准备一个个的扼杀在摇篮里。我们这些半妖就被他们当做了领路的狗，要么死，要么就只能被带来找你们这样的大妖。您看到他身后那枚半蛟龙卵了吗？像这样纯粹的妖族血脉，不知道被他们人类找到了多少，全都被当作食物给吃了。我们这些半妖，可怜呐！放肆！这群蝼蚁般的人族也敢染指吾妖族血脉？等等，前辈，您别着急，还好，我们这些半妖也是有计划的。计划？
什么计划？前辈您看，像您这样的大妖，他们就算发现了，也杀不死您，对吧？他们只会把您封存在一个地方，不断进行研究，绝对不敢轻易让您孵化。可只要天地重启之日一到，您自然而然就能破壳出生，到时候直接从人族内部杀出去，我们这些半妖不就彻底解放了吗？到时候人族大势已去，这天地还不都是我们妖族的了吗？这倒是也对。那你们已经找到了多少同族大妖？除了您，还找到了1枚冰鸾蛋，以及1枚肥夷蛋。如今这2枚蛋已经在我们其他半妖同伴的运作下，被安排到了人族的核心研究地。只要天地重启，2位大能就能一同孵化，直接杀入人族老巢，至少能灭他个千百万人。妙哉，哈哈哈哈哈！妙，甚妙。所以，你的意思是也想让梧桐去？正有此意。可前辈，就是您这体型，我们也不太好搬啊。这要是在路上被人族发现了，计划可就全泡汤了。简单，如此可好？妙啊！前辈神通盖世。只是前辈，您可一定要一路收敛气息。这要是被人族的探测设备发现了，说不定还没等落地，就被他们直接用特殊手段封存了，那可就坏了大事了。小事儿。走着。报告，转移防爆箱已经备好，请问是否开始存放？放。是。你还不赶紧把东西放进去？哎，好嘞。老祖放心，转移过程很快的。若是没什么意外，后续我会申请亲自看守你，到时候我们还能慢慢商量后续的计划。若是有意外，还请老祖稍安勿躁，静待时机。我一定会赶在天地重启之前回来的。好，小子。你也别太紧张了，吞下老祖我给你准备的精血，就这些人族的虾兵蟹将而已，真不一定拦得住你。多谢老祖。队长，胡幽同志。停！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小胡，怎么样了？魔都那边的事解决了？直升机已经带着向乐弹出发了。我跟你说一下这东西的核心情况。你立刻记录，同步给最高指挥部。第一，相柳可与人在意识层面直接对话，拥有极高的智慧，疑似掌握让正常兽类转化为异兽的核心手段。主要方式是在蛋壳表面凝聚淡紫色异化液体，这种液体遇水即溶，会快速异化周边生物，必须完全隔绝水分，密封保存。第二，对方拥有极高的智慧，疑似知道所谓天地重启的核心秘密，我没办法继续深入探查。他的具体实力目前未知，但绝对高于冰鸾。甚至远强于现在的我。我知道了。严令所有接触人员，绝对不要与其发生任何正面重冲突，连试探都不允许。第三，他现在将我认作了拥有肥鳞血脉的半妖，并让我喊他老祖，对我有一定的信任度，也相信半妖在人族中处境艰难，愿意配合我进入人族管控范围，最终目的是在天地重启之时，从内部破局，大规模猎杀人族。我明白了，所有信息立刻同步归档。那这枚蛋，你打算怎么安置？立刻准备飞往沙漠的专机，把它送往沙漠腹地的隔离基地。暂时不要和冰鸾蛋放在同一个区域，绝对不能让两者碰面。好。其余的情况，等我处理完剩下几座城市的灾变隐患，回去之后
再亲自处理。暂时就这些，后续有新情况，我第一时间跟你汇报。好，我知道了。水下还有上千头异兽，天地重启之后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我先过去处理了再说，剩下的事路上讲。收到。还好先前没有贸然下水，也没让舰队清剿。差不多了，魔都的危机暂时算是解决了，可以启动火种计划了。不过，海岸线的防御必须再加强一些。暂时？是还有什么隐患没清除干净吗？国内倒是没什么隐患了，可国外就不好说了。象尾蛋的出现给我提了个醒，他所说的天地重启，总不可能只有大夏的天地重启吧？万一我国附近，甚至整个兰修的其他地方也藏着同样的异兽蛋，那就算是大夏把内部的问题彻底解决了，这临海边境也同样危险。明白了，火种计划照常启动，我也会立刻组织舰队在我国全海域沿海线常态化巡逻，一旦找到任何可疑目标，第一时间向您汇报。行。那我就先去下一个地方了，有事随时联系我。是，一路顺利。到现在为止，已知会出现天灾和异兽的城市，也就只剩下长安和拉萨这两处了。大凶大袭的地方都已经闯过了，也没出什么岔子。剩下这两个地方，顶多也就是小打小闹罢了。同志你好，怎么称呼？胡油同志，你叫我老陈就行了。称呼什么的不重要。其他地方的火种计划都已经陆续启动了，你看我们这里……稍等一下，先前在魔都连轴转太累了，飞机上我补了会儿觉，没来得及卜卦，要不你稍等我一会儿？行啊，没问题，你来吧，需要我们做什么尽管开口。这老陈还真是个急性子，不过也正常，所在的城市马上就要面临天灾异兽，换谁不着急。还好，只是高温而已，只要电力充足，不出什么意外，让民众都待在有空调的室内就行了。物资什么的，完全可以依靠周边地区支援。对于现代社会来说，这都算不上什么大天灾。卦象大凶。卦象1 ，12小时后。天眼果被探索小队成员提前采摘，引发赤阳高悬异象，长安城温度急速攀升。卦象2 ，24小时后，长安城温度突破50摄氏度，民众闭门不出，官方管控下未发生大规模暴乱。卦象3 ，48小时后，天眼果完全成熟，引发赤阳降世异象，长安城全城焚骰灭城。卦象4 ，83小时后，全球灾变降临，祸斗苏醒，吞食天眼果，引发天火降世。卦象1823，提前找到天眼果，动用吞天异能失败，烈焰焚身而亡。卦象1824，提前找到天眼果，动用吞天异能成功，获得传说级天眼灵体。卦象4231，未能提前找到天眼果，祸斗苏醒后吞食天眼果，血脉进化引发天火灭世，长安城覆灭。卦象6812，提前找到祸斗，成功吞食祸斗，获得血脉传承，与肥夷血脉融合，获得史诗级异能递延。
天眼果，这东西看着不像是异兽，却也能引发灭城级的灾变，甚至被提前采摘，还会让灾变提前降临。这玩意儿味道一定不错。怎么样？怎么样，胡油同志，我们长安能启动火种计划了吗？不行。你们已经开始搜寻异兽踪迹了，对吧？当然，全市乃至全省的军警力量都已经全员出动，针对所有可疑地点进行拉网式重点搜查。只可惜，到现在还没找到任何线索。好，让他们立刻暂停所有搜索行动。暂停？对，这里场地够大，让所有参与搜寻工作的人员全部到这里集合，立刻，马上。收到，胡油同志，命令已经下达了，预估3个小时后全员就能到齐。现在我能问问，这到底是为什么吗？不怕人笨，就怕人又笨又勤快。咱们队伍里出了个贪吃鬼，啥都想吃，却还吃不着，一伸手就要把整个长安城都给炸了。这谁敢上前问话，老实等着就是了。遮遮掩掩做什么？这位是胡攸同志，我们目前所有的工作就是协助他完成下达的所有命令，有话直接说，抓紧时间汇报。是，报告，所有探索队成员集合完毕，应到136854人，实到136854人，全员到齐。队长，这么多人，你真能找到那个人吗？要不我用天地瞳帮你找找？不用，既然敢提出这个方案，我自然有解决的办法，总不至于真的一个个找过去。今天还有3次卜卦的机会，总不能浪费了不是？找到了。第13纵队第5列第9到第14名出列，其余人解散返回驻防区待命。就完了？让你去就去，哪儿那么多废话？麻溜的。哎，是。不好意思啊，小胡，这小子刚上岗不久，还不太懂纪律，等我回头好好教教他。小事小事，来，干杯！先吃饱了再说。对了，小胡啊，你这虾肉怎么跟吃不饱似的，进了肚子里就跟没吃一样，一点饱腹感都没有？那就再吃，吃饱为止。这玩意儿能强身健体，吃下去的血肉全都会化作气血充盈在体内，只会增长力气，根本不会转化成脂肪，怎么可能吃得饱？啊，这就是异兽吗？知道叫你们来做什么吗？领导，现在情况危急，我是真不知道你把我们这么多人叫过来做什么，想破脑袋了也猜不到。正在紧急的搜寻任务上被叫回来，以为是有什么天大的事，结果就只是来机场集合站了半天，跟给人搞欢迎仪式似的，谁能高兴？没事，他说的也没错，想知道原因是吧？那好，带我去分配给你们的探索区域看看，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从卦象上看，就是这个小队会在12小时后发现天眼果的踪迹，可现在他们还没找到，更别提采摘了。总不能因为还没发生的事惩罚他们，所以加入队伍是最方便也最快能找到天眼果的方式。加入？我说领导，你就好好在这里待着，等我们找到异兽或者什么踪迹，回来给你们汇报就是了。反正到时候功劳都是你的，我们又拿不到什么，何必多此一举呢？少爷、小姐，两位就是来镀金而已，不用下基层拼命的，不值当。你在这乱叫什么？谁是来镀金的？你们啊，不是吗？抱歉，我们队长他不是故意的，我们非常欢迎两位的加入，还请两位千万不要把他的话放在心上。老子不欢迎，老子拿命拼来的公鸡，分这俩小家伙一份就够意思了，怎么还得老子供着他们不成？放肆！你跟谁冲老子呢？知道眼前这位是谁吗？管他是谁，陈老祖，以前我还挺尊敬您的，现在看来，哼，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好一个天下乌鸦一般黑！
我告诉你，你眼前这位是大夏灾厄部副部长胡幽，整个天灾前兆，所有异兽的踪迹全都是他提前发现的。短短3天时间，他已经连救3座城市，上千万人的性命。要不是他，你还有你们所有人的家人，就等着几10个小时后在天灾里暴毙吧。说人家镀金，他需要占你这屎盆子大点的功劳吗？谁不知道灾厄部的胡副部长？我们全队都打心底里崇拜他。我居然当面骂他是来镀金的少爷！队长，留2个人在这里照顾他，你带我去你们负责的片区。是。老陈，给他吃片虾肉，再给他找个合适的闲职。一线不需要他这种情绪太冲的人。放心，包在我身上。小胡，这长安城可就全交给你了。你也放心。胡领导，我们负责搜寻的这片区域是朱雀森林公园，就是个不大不小的景区，平时没什么游客来，山上没什么大型野生动物。存在异兽的可能性不算高，我们已经拉网式搜寻了超70%的区域，没发现任何可疑迹象。那你们在搜寻过程中，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植物？没有，山上都是秦岭常见植物，我们没发现任何异常植物。天眼果应该就在剩下那30%没搜寻的区域里，时间太紧，现在不是卜卦时机，等找到天眼果再一起算，能省一次机会。怎么了？领导，这封锁线被人动过了，断口是刚剪的，很可能有人偷偷进山了。追！我说，咱们这样真的好吗？就算是要找灵气复苏的证据，也没必要来这么个小山包吧？你看贴吧里群里那些大佬，全都往秦岭深处神农架那些地方钻，咱们就来这儿，能找到什么啊？你懂个屁！还秦岭还神农怀呢？你看他们现在能进得去不？我家里人就在体制内，说了现在军警联合封山了，说是里面有大危险、大恐怖，但凡抓到越过封禁线的，那都是要蹲耗子的。那我们现在这不一样，我家就在这公园旁边，我刚才一直用望远镜盯着呢。先前在山上搜了好几天的那些人，突然急匆匆全撤走了，看那慌慌张张的样子，绝对是在这山上发现了什么好东西。现在新一批的人还没过来，我第一时间就通知你了。要是我们能在山上找到什么天才地宝，或者是什么修仙传承，我跟你说，我们就发达了啊！好多小说里的男主不都是这么起飞的吗？可别说兄弟我没关照你哦。原来如此，那还等什么？抓紧时间上山啊！这种好东西不一般都藏在什么山洞里或者山巅之上吗？我们直接从顶上开始找。好，走着。糟了，卦象是无干预的结果，我调回人员牵动太多因果，就算第一时间赶来，终究还是慢了一步。小洛，立刻通知老陈，让长安城内所有民众立刻躲进室内，确保全城供电稳定，应急物资全部就位。片区搜寻工作不要停，继续进行。是。还愣着做什么？上山找人！天眼果被提前触发，证明山上还有其他人，必须先把人带下山。更重要的是，趁着天眼果还没飞太高，说不定还有补救的机会，甚至能把他抓下来重新按上去。看来就是这2个家伙了。当时卦象里那个人虽然会提前采摘天眼果，
却也是做了准备，用工具远程采摘的。可这俩人居然徒手触碰，这要是不烧成炭，才怪了。查景区监控，确认这两个人的身份，只要不是间谍，就按正常流程处理。是。是我们的撤离给了他们可乘之机，才捅出了这么大的篓子。队长，指令已经全部下达，目前长安城内的居民正在有序回家庇护，周边各省的应急物资也已经全部调配到位，随时可以运往长安。老陈还问我们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是否需要支援。待会儿他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若是能现在把他取下来，说不定还有转机。当然，凭现在的我，自然是不可能的。小洛留下，其余人可以先下山了。收到。吃了它，吃了它。正如我先前所预料的一般，相柳精血的作用是提纯半妖血脉，净化掉其中的人族血脉，转化为纯粹的妖族血脉。可我根本不是半妖，我是纯粹的人类。肥灵和彩灵青蟒的血脉不过是吞天异能的副产物，寄存在我体内而已。换句话说，我现在有两种状态：不使用血脉之力时，我是纯粹的人族；动血脉之力时，我能同时拥有肥鱼、彩鳞青蟒的部分力量。吞下相楼精血，这两种血脉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再多出一部分相楼的血脉之力。吞天，嗨！成功吞噬上古异兽精血，体质精神力获得大幅提升。吞天进化为传说阶异能，可吞噬万物，增加本体肉身强度、精神强度、消化速度，永久免疫任何毒素、腐蚀类伤害。吞噬传说级以上等级异兽，有概率获得对应异兽的完整血脉传承。寿元加20年。吞天异能成功晋级，身体素质、精神力都得到了质的飞跃，寿元更是直接增加了20年。唯一可惜的是，这只是一滴精血，没办法获得相楼的完整血脉传承，自然也没有解锁新的异能。可即便如此，也足够了。队长，队长，你没事吧？队长，要不我试试用天地瞳，说不定能直接把他给轰下来呢。别，这果子轰下来简单，可它对我有大用。我不想错过，它离成熟还有36小时，12小时内我解决不了，再摧毁也不迟。好，都听你的。那队长，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回城，找霍斗。今天还剩最后一次卜卦的机会，事态紧急，不能再等了。都别动！还好，大夏几十年前就开始全面禁枪，否则这灾变还没正式降临，城里响起的就不是1、2声警告枪响了。卦象1：天炎降世，长安城温度持续攀升，人群恐慌之下出现部分踩踏、哄抢伤亡。卦象132：成功吞下天炎果，获得传说级天炎灵体。卦象832：长安城内异常情况引起境外势力关注。卦象1231：未找到霍斗，霍斗24小时后吞下天炎果，快速成长，血脉之力进化，引发天火降世，长安城覆灭。卦象2123：找到霍斗，使用吞天异能吞食霍斗，获得霍斗血脉之力，解锁史诗级地炎，后续成功吞食天炎果，获得传说级天炎灵体，史诗级地炎进化为传说级天火地炎。卦象4523：找到霍斗，成功驯服，待其掌握血脉之力后，引至天炎果旁，霍斗吞食天炎果，完成血脉进化，完全掌控天火之力。果然，剧毒之物3步之内必有解药。只要找到霍斗，就能轻易解决天炎果造成的危机。至于怎么解决，先看看再说。毕竟，一个不知道具体用处的天炎灵体和一头乖巧听话、能完成血脉进化的霍斗，我肯定选后者。原因很简单，大夏太大了，我根本分不开身。一旦灾变正式降临，还不知道有多少地方需要超凡力量支援。只要这头霍斗能护国护民，完全可以当作镇国神兽来培养。毕竟这是刚出生的幼崽，就是一张白纸，完全可以尝试驯服。当然，若是驯服不了，吃了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还好提前提醒了老陈，让信息屏蔽组给设备做好降温防护，否则就这个温度，屏蔽早就待机了。现在怕是已经炸了锅，全世界的目光都该投过来了。第229号巷子清查完毕，没有发现目标。你们呢？我负责的 P 区目前没有发现，我这里也没有，我这里也没有。报告，清查完毕，没有发现目标，别着急跑了，我们的人找到那条狗了。老陈，你们什么意思？你老小子哪里来的人？不会还偷偷养了私兵吧？哎，你个小同志可别污蔑人啊！我把长安本地退伍的那些老同志都召集起来了，让他们就近去楼下巷子里帮忙看看，想着碰碰运气。坐标给我，立刻让老同志千万别靠近那条狗，那不是一般的狗，有危险。2321号巷子周围已经被我们的人警戒起来了，没有任何人靠近，你们放心过来。收到。辛苦各位老同志了，天气炎热，大家抓紧时间找个有空调的安全地方休息。小洛，来2321号巷子找我会合。收到，已经在路上了。那个胡油同志，先前是我误会您了，我在这里郑重向您道歉，对不起。我支持的工作我会好好做的，只希望您能安全地完成任务，珍重。你们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家门？外面那么热，还不赶紧滚开！就是，别以为身上披了层皮就了不起，知道我是谁吗？赶紧滚，别逼我摇人啊！哟，小姐姐好漂亮啊，要不加个联系方式？大家说不定都一个小区的呢，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说是吧？嘿，这小子瞪我是吧？敢瞪你孙爷爷，我看你是找死！来，过来，你孙爷爷和你聊聊。小伙子，有空在这里拉帮结派、惹是生非，不如多回家照顾照顾你父母。未来的世道，谁也不知道还能活多久。还真是狗啊！队长，我之前查了资料，不是说霍斗只是长得像狗而已吗？这怎么连叫声也是狗啊？我上哪儿知道去？或许是这条狗祖上有霍斗血脉，一路传承下来，到这小家伙这里返祖了。不过血脉应该还不纯，有可能吧。队长，你开始吧。这么小的霍斗，应该不会有什么意外情况出现吧？你干嘛？不忍心看。队长，我知道你是来吃它的，你吃就是了。我不看行不？谁说我非要吃它了？我来收服它的不行啊？啊？可你这咋收服？这小家伙虽然可爱，可它不也是异兽吗？异兽也是兽，只要方法合理，也是能进行驯养的。先前让你们准备的东西到了吗？到了，到了，刚用无人机空运过来的，还热着呢。我知道你能听懂，这样的肉我多的是。如果你想吃，那就要先臣服我，否则你就只能被我吃，懂？小家伙，我的时间有限，耐心更是没多少。我再问你最后一遍，臣服还是死？嘿，你还不服气是吧？行了行了，看在你小东西还知道孝顺的份上，他们刚才吸入了一些烟尘，你们带去医务组抢救，务必保证每一只都活下来。是，保证完成任务。安静。哇，这小家伙还蛮听话的嘛。看来队长说的没错，异兽也是兽，也是能驯服的。小家伙，你母亲和兄弟姐妹的命我保下来了，那么你呢？
说话，臣服就叫一声，不服我就再给你个反抗的机会。放心，不论你是死是活，你的家人都不会有事的。臣服了，真的臣服了。队长，队长，我能摸一摸他吗？摸呗，去，让你洛姐姐摸摸。这段时间你负责喂小蝌蚪，只要它还能吃得下，就让它吃，等它吃饱了再说。收到。对了，队长，你给它取什么名字呀？就叫它小豆子吧。从卦象来看，如果等小豆子自行成长，至少需要24小时，它才能完全掌握血脉之力，拥有吞噬天眼果的资格。时间太长了，也不知道这些异化龙虾肉能不能让它提前觉醒血脉。喂，放心，一切都在掌握，最多24小时，我就能让赤阳熄灭。到时候长安城一切如常，火种计划也可以继续进行。我打电话不是跟你说这个的，小苏他没扛过去。我打电话不是跟你说这个的，小苏他没扛过去。1分21秒前，他的破坏欲达到极限，砸碎了自己的肋骨，把自己的心脏捏碎了。超凡计划第一例实验失败了。那现在，第一批志愿者已经准备吸收鬼气了。关于小苏的完整报告，我已经给他所有人都看过了。打这个电话是想向你确认一件事：成功率。当初你应该给小苏卜过一卦吧？他扛过异变，成为超凡者的概率到底有多少？0.5%。50%？不，是0.5%。吸收鬼气最开始会导致人类精神萎靡、气运衰减，很容易被周围的事物干扰，从而意外死亡。这一步死亡概率是30%。扛过这一关，就是小苏经历的异变阶段，力量暴增，情绪彻底失控，同时伴随着强烈的自残倾向。这一步死亡概率是69.5%，剩下的0.5%就是成为超凡者的概率。所以，在扛过第一关之后，成为超凡者的概率是7%。也可以这么说。好，我知道了。这个概率我也会如实告诉所有志愿者。24小时后，希望我们能有2个好消息。希望不到24小时，我们也能有2个好消息。卜卦只能看见未来的无数种可能性，如果我还能将那些不好的可能性直接抹除掉就好了。队长，队长，快醒醒！哎呦，行了行了，知道你长大了。队长，第一批运过来的异兽肉全都进了小豆子的肚子里，还需要继续让魔都那边运送物资过来吗？暂时不用了，这个体型已经和卦象里能吞噬天眼果的模样差不多了，吞日计划也该开始了。立刻联系老陈，让他准备一架直升机，我们现在就出发。领导，引擎过热警报已经响了，我们在这里坚持不了多久，最多再待30秒。知道了，去，吃了它。
位市民请冷静，请不要外出，一切都在掌握之中。重复，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你们看，那黑狗的背上是不是有个人？你被热糊涂了吧？那黑狗的五温怕是不比小太阳低多少，怎么可能会有人？真的，你们用手机摄像头放大看，快！小一点，再小一点。还想不想吃龙虾刺身了？想吃就听话。就你这体格子，我想带你上飞机都上不了。真乖。对了，你吃下天眼果之后，是不是掌握了什么特殊能力？我看看。啊，这是天眼，怎么一点施法千红都没有啊？吞天开！让你展示能力，谁让你这么展示了？不知道放一颗火球出来就好了啊！差点把下面的人都烤成焦炭。好了好了，下不为例就行。以后要释放能力的时候，记得先问我，没有我的允许，绝对不可以乱放，知道了吗？好了，我们下去吧。还记得我们从什么地方升空的吗？就降落到那里去。小胡啊，恭喜恭喜，这小豆子是真正的神兽了。你看啊，他出自我们长安城，是不是就让他留在长安，负责咱们长安的安保工作呀？以后长安的老百姓心里也能踏实点。老陈同志，不是我说你，这小豆子又不是长安的小豆子，是我们整个大夏的小豆子，哪有说就守着长安一个地方的道理？那自然是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啊。是，你说的对，是我格局小了。那自然是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啊。是，你说的对，是我格局小了。那你看，让我摸摸小豆子成不？我这辈子还没摸过神兽呢。那行，这个没问题。小豆子，你救了整个长安城的人，他们想要来感谢你，摸摸你，可以吧？哇！喂，老叶，我跟你说，我这好消息可是有了，长安城能的危机彻底解决了。你那边呢？情况复杂，目前第一批100名志愿者已经开始陆续出现各种厄运征兆，还没有出现类似洛清晨同志那样无异常的个体，也没有任何人成功度过第一阶段，一切都还在实验之中。既然长安城已经没有问题了，那你就先去圣城拉萨看看，等你回来，我们再进行新一轮的全国筛查，看看还有哪些城市会出现天灾。毕竟，能多救一座城市，大夏就多一丝希望。放心，我知道的。小胡呢？你快过来看看！领导，我这是怎么了？我的手！领导，我这是怎么了？我的手！所有人先散开，不要靠近。小豆子，你先飞到空中去，没有我的命令不准下来。同志，你先冷静一下，深呼吸，放心，一切有我，不会有事的。可惜，今天的卜卦次数已经用完了，否则只要掐指一算，什么都清楚了。领导，大家不要慌，不要乱，胡队长在这里一定会没事的。大家不要慌，不要乱，胡队长在这里一定会没事的。队长，你这是带着他们加入光荣的进化了？进化？什么意思？他们这种情况是在进化？对啊，他们现在的样子和当初小苏刚开始吸收鬼气的时候一模一样。我又不瞎，能看出来的好吧？晚上11点，距离下次卜卦次数刷新还有1个小时。
老易，我可能得先来趟山城了。这一刻，我才真正意识到火种计划的恐怖。9座火种城市，要承担大夏694个地级市与县级市的全部居民，其中还包括无数老弱病残晕。没人能凭空变出7倍多的居住空间，只能把所有能利用的公共空间全部用上，商场、店铺、学校、医院，甚至政府宿舍全部对外开放。居住条件是其次，能活下来就已经是万幸。姑娘，我家3室一空着呢，你们去我家住，总比在地铁口打地磅强啊！阿姨，谢谢您，但是我们有纪律，不能麻烦群众。您快回去吧，夜里凉。像这样的画面，如今正在8座火种城市里不停地上演。可现如今，确定安全的城市还是太少了，就连山城附近都算不上绝对安全。那山洞之下，还有一座幽泉未曾探查清楚。如果能再有几座绝对安全的城市，就好了。还有时间，我们还有71个小时去改变这一切。哪怕再多一座安全城市，哪怕再多救一个人，那也是有意义的。那神兽在哪儿呢？让我瞧瞧。就知道关心神兽，没见你多关心关心你下属。喏，你要的神兽。可别怪我没提醒你，碰了它的毛发很容易出现异化现象。你还有一大堆工作没做完，可不能偷懒躺平。切，还用你提醒啊？这就是霍斗，这么小，大了怕你受不住，故意让它变小一点的。嚯，老陈，你这也算是赶上潮流了啊！这纹身挺霸气啊！你还搁这幸灾乐祸上了？告诉你，等老子成了超凡者，一只手打10个，你信不信？信，能不信吗？不过我的副部长，一个能打几个你啊？两位，要不我们先去研究所，我给老陈先补上一卦再说。成。和吸收鬼气的志愿者一样，只要扛过这最凶险的狂化阶段，他们就能获得超凡之力，成为真正的超凡者。可就算是这样，在上万条未来线里，也只有几百个成功缔造超凡的画面，比例依旧低得可怜。卦象吉，卦象22739，霍斗气息镇压。老陈心生臣服，不敢反抗，思绪渐渐回归，成功觉醒 A 阶异能，狂化，成为超凡者。老易，妥了，超凡计划能成了。你先别激动，慢慢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算出来什么了？你是说小豆子？难不成只要是被他异化的人，都能成为超凡者？不，事情是这样的，只要让小豆子留在这里，用他的血脉气息镇压异化的狂躁情绪，就能保证这136名志愿者有超过30%的几率成功成为超凡者，剩下的70%就算没能掌握超凡之力，也不会被异化吞噬，只会变成身体健硕的普通人，不会有生命危险。从卦象来看，这136人里只有40人能觉醒异能，其中只有5人能觉醒 A 阶异能，剩下35人里大部分都是 EF 阶的基础异能，觉醒 CD 阶的加起来也只有10人。为了让这第一批超凡者能在第一时间奔赴属于他们的战场，这些细节必须讲清楚。小豆子就先留在你这里，他很听话，只要给够龙虾肉，让他待在大厅里睡觉就行。他的气息会自动镇压所有异化者的狂躁情绪。放心，我一定把咱们的镇所神兽伺候好。
等你从拉萨回来，保证还你一个白白胖胖的小豆子。算了，队长，我们走吧。都到家门口了，不进去看看？算了，我爸爸他早就去执行任务了，到现在都没回来。我要是再进去，又要让我妈经历一次离别，还是让她好好睡吧。下次等灾变结束，我们下次回来再看她。决定好了。队长，我们走吧。好。看样子应该快到圣城了。既然已经进入自治区境内，不如先来一卦，提前看看情况。卦气。队长，你怎么了？你没事吧？还好你还活着。队长，在你看见的卦象里，我死了吗？放心，我绝不会让那种情况发生的。通知机组，立刻掉头，看看燃油够不够。够的话，直飞沙漠基地；不够就先返回山城加油。沙漠？队长，那火种计划怎么办？圣城可是第9座火种城市啊！第9座城市重选。你去通知机组，我跟老易说。收到。喂，小胡啊，你到圣城了，比预想中要快不少啊。老易，立刻启动逆火种计划，通知圣城乃至整个自治区的所有民众立刻撤离。能撤多少撤多少。什么意思？圣城的问题连你都处理不了？可最开始你给圣城批的卦不是小凶吗？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那时候是小凶，可现在……简单来说，圣城灭的危机，不是现在的我们能处理的。到底是什么情况，能严重到这种地步？我刚才算了一卦，一共看见了30多万种可能，可这30多万种可能都在诉说同一件事：去圣城，死。换句话说，在刚才那一卦里，我看见了我和洛清晨的30多万种死法。没有任何一种活路吗？没有，一条都没有。小豆子什么能力？你看见了吧？相流若是孵化出来，
所造成的影响将百倍于小豆子，而在圣城之中有数以千百计的相流，甚至比相流更恐怖的存在。而在圣城之中有数以千百计的相流，甚至比相流更恐怖的存在。灾变降临后，圣城周围的雪山会全部融化，里面沉睡着数以万计的上古异兽。我们去了，只是白白送死。连一天都守不住。老易，立刻启动最高级别的紧急撤离预案，不惜一切代价，把圣城和整个自治区的民众全部撤出来，能撤多少就撤多少。第9座火种城市，我们重新选。我明白了，那你现在直接返回山城。我得去一趟沙漠，不知道飞机的油够不够。不够的话，就得先去蜀都转机。沙漠？你去那里干嘛？你该不会是要去找相流？对，现在能确定知道上古异兽和天地重启真相的，也就只有相流了。我必须得和他再见一面。现在能确定知道上古异兽和天地重启真相的，也就只有相流了。我必须得和他再见一面，否则等那千百头上古异兽占据整个圣城自治区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大夏腹地蜀地山城，距离圣城可没多远。我明白了，小胡，你放心，国家一直在你身后，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会全力支持你。我一直都知道。队长，我和机组人员确认过了，当初专机是直飞圣城的，备油没备多少，别说直飞沙漠了，就连返回蜀地的油都不够，只能先降落圣城机场，等补够了油再走。我已经联系了圣城那边，他们会安排好一切。也行，不用想也知道，圣城自治区的相关负责人肯定已经在机场等着了。只希望老易能提前和那边通个气，不至于太难堪。作为火种计划的最后一程，好不容易等到我过来，结果一下飞机就说要走，换了谁怕是都受不了。队长，要不我去吧，我一个女生，对方就算有什么怨言，也不好对我发重的。不行，记住，以后没有我的命令，你就只能待在我的身后，不许跑我前面去了，明白吗？是，收到。等等，队长，你看外面。萧云天，34岁，整个圣城最年轻的少将，也是未来 SSSS 阶异能师风的拥有者。在那30多万次死亡里，他每一次都和我并肩作战到了最后一刻，一起战死了30多万次。他每一次都和我并肩作战到了最后一刻，一起战死了30多万次。他这一鞠躬，是在求我救圣城的40万民众，救整个自治区的370万人。可圣城有近40万民众散落在广袤的高原各腹，想要在68小时之内通知到所有人撤离，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别说整个自治区的370万人了。哪怕现在立刻开始动员，能撤走40%，就已经是奇迹了。至于剩下的60%，我们都知道他们的结局。不行，你要是留下来，我肯定也是要一起的。我可是你带出来的，能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吗？是啊。可惜，人是会成长的啊。晚安。你好，胡幽童。
别过来！别人不知道这一拳是为了什么，我知道。如果不是我的一鞠躬，一跪地，这位怕是已经跟着飞机一起离开圣城了。你好，胡攸同志，我叫萧云天，负责你在圣城的一切事宜，执行你下达的一切命令。立刻启动最高级别逆火种计划，不惜一切代价，把能送走的人全部送走，能多走一个是一个。是。别过来！别人不知道这一拳是为了什么，我知道。如果不是我的一鞠躬，一跪地，这位怕是已经跟着飞机一起离开圣城了。你好，胡攸同志，我叫萧云天，负责你在圣城的一切事宜，执行你下达的一切命令。立刻启动最高级别逆火种计划，不惜一切代价，把能送走的人全部送走，能多走一个是一个。是。这个命令在您下飞机前就已经下达完毕，所有民用、军用运输机全部待命，优先撤离老人、孩子和孕妇。请问您还有什么指示？我说的是所有人，不管是居民还是士兵，懂吗？士兵也送走？那谁来维持秩序？谁来断后？不送是吧？那我走。这就是全知视角和普通人视角的区别。上古异兽苏醒后，一声咆哮就能震死数万兽山士兵，他们留在这里只能当毫无意义的炮灰，不如送走，保留实力。现在没时间解释这么多，反正以我对萧云天的了解，他最终还是会听话。别，送，马上就送，要不就留10%。拜拜，我叫老易给我打个飞的，现在走还来得及。别，你是大哥，都听你的，一个不留，全部送走。这才对嘛！记住，我们不是来守圣城的，而是尽可让更多的人活着离开圣城。你应该听过一句话：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道理我都懂，可370万人啊，68小时，怎么可能全撤走？装，再给我装！你把我留下来，不就是想让我给你们多争取一些撤离时间吗？那，在你卜的卦里，我们最多能让多少人成功撤离？你死了，能撤67%；我死了，能撤76%。那我死就行了。小胡同志，到时候你跟着最后一批运尸机撤走就行，这里交给我。那我死就行了。小胡同志，到时候你跟着最后一批运尸机撤走就行，这里交给我。工作的时候称职务。上车。胡植物，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就这儿，念青唐布拉山主峰，出发吧！出发，快去念青唐布拉山主峰。是。你手机呢？我密码是……我要你密码干嘛？打开录音。哦，好了。赵寅、李晨山、齐兰、周牧，在那30多万个卦象中，有不少人在灾变后产生了异化反应，成功觉醒了超凡之力。这些名字是其中最顶尖的72人，只可惜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刚觉醒就被强大的异兽当场斩杀，根本没有发挥的余地。若是能提前找到他们，组织起来，必然能事半功倍，至少能把圣城民众的存活率提升1%。既然打算逆天而行，就要把天机都一一算尽，一步也不落下。哪怕最终只能剩半子，也算是胜了。以上这些人全部留下。萧云婉，少一个行不行？行。我当然知道他说的是谁。萧云婉，22岁，你的亲妹妹，和同学来城毕业旅行，灾变后2小时开始异化，3小时后成为超凡者，觉醒 SSS 阶异能圣云，能凝结出一朵覆盖100米的圣云，落下的雨滴可以治愈所有生灵的外伤，驱散大部分诅咒和异化现象。他现在还不是灾厄部的人，随时可以走。不过，从现在到你牺牲为止，
我们至少会少救5%的人。唉，喂，小胡，回来了吗？老易，把龙骨和象榴弹用最快的速度送来圣城。啥玩意儿？你别告诉我你还在圣城！我不是让你立刻回来吗？圣城那地方根本守不住，你疯了！可我想试试。以你的特殊能力，只要活着，就能为大夏争取最大的利益。可你倒好，非要去送死。你小子就是个疯子，全天下最疯的疯子。老易，帮我个忙，去机场稳住洛清晨，看住他，别让他又偷偷跑回来。知道了，你自己小心。龙骨和象榴弹，我用最快的超音速运输机给你送过去，3个小时后到。谢了。这是我家全部的财产，没有牛我们怎么活？我不走，要走你们走！大叔真的来不及了，命比什么都重要啊！我不管你有什么困难，必须执行命令，必须执行命令。出了任何问题，我萧云天一力承担。必须执行命令。出了任何问题，我萧云天一力承担。唉，没办法，这里的人一辈子都和牛羊在一起，让他们就丢下自己牲畜逃命，比杀了他们还难。会好的。第一批民众已经出发了吧？10分钟前，第一架载满老人和孩子的运输机已经起飞了。如果说萧云天的跪地是推动我下飞机的最后一根稻草，那在这根稻草之前的无数推力，就是由眼前这些人组成的。在那30多万个未来里，我和他们经历过无数次生死，这些羁绊，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圣城到底发生什么了？他们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里来？你先冷静一下，听胡副部长解释，等会儿你就知道了。胡副部长在哪儿呢？诸位，有些同志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态紧急，我长话短说。67个小时后，各种天灾将降临大夏，而这些天灾本质上是上古异兽苏醒对天地造成的影响，灾厄部运营而生，负责处理所有异兽及天灾相关事宜。我胡优时任灾厄部副部长。根据绝对可靠的消息，未来67小时到79小时之间，圣城附近将会诞生大量上古异兽，所造成的灾变程度将是大夏之最。我们的任务很简单，撤离，撤离，还是撤离。我们要拼尽全力，为圣城的40万民众，乃至整个自治区的370万人，争取更多的撤离时间，越多越好。明白了吗？明白。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问。李晨山。长官，道理我都懂，可为什么是我们？这种力量被称为超凡，也叫异能。人类在经历异变之后，只要还能保持理智，就有可能获得类似，甚至是更强的超凡之力。在座的每一个人，未来都能拥有至少 A 阶，甚至是 SSS 阶的超凡之力。这，就是我挑中你们的原因。那我们怎么经历异变呢？这异变的过程不会有危险吗？
异变当然会有危险，不过异变的危险远没有留下来的危险大。如果我们之中有的人不愿意留下来，现在就可以走。我会安排专车优先送你们离开，保证你们的安全。你们也不算逃兵，而是为了大夏的其他人保留有生力量，一切全凭自愿。我尊重你们的所有选择。好了，各位，现在愿意留下来的跟我继续往前走，想离开的留在这里，等我走后会有车送你们离开。就这里了，男生都过来，女生往旁边靠一靠。哎，副部长，这就是你的不对了。都是为国效力，有什么事儿是男生能做，我们女生不能做的？人多力量大，咱一起干不行吗？行，那你身先士卒，开挖吧，把这块圈出来的地往下挖10米左右就行了。我记得给你们选装备的时候都附带了工兵铲，就在你们背包里。力量较小的女生在后面负责转运挖出来的雪和土石。开始，挖就挖。老易派来的超音速运输机应该快到了，让他们把龙骨和相榴弹直接空投在这里，正好省得我再跑一趟。我得试试用这2件东西贿赂一头沉睡的上古异兽。我已抵达山巅预定位置，直接空投即可。我得试试用这2件东西贿赂一头沉睡的上古异兽。在那30多万种卦象里，我和他接触过几次，其中一次，他嗅到我身上残留的真龙骸骨气息，主动提出过一场交易，只要我把完整的龙骨交给他，他能满足我一个愿望，甚至可以亲自护送我安全离开圣城自治区。他自然不可能把370万人全部带走，可如果龙骨能让他提前12个小时苏醒，那能做的事情就太多了。带着他去掏其他上古异兽的老巢，提前掌握超凡，甚至在他的协助下，我能安全吞掉相榴弹。无论哪一种，都能让圣城民众的生存几率提升至少10个百分点。这玩意儿也是人能扛得动的，这还是人吗？洞挖穿了，报告，已经挖穿了，下面发现一处天然溶洞隧道，深不见底，不知道通向什么地方，请指示。好，所有人都过来，答应过你们的，现在开始，所有人排好队，进去之后不要害怕，只需要静静坐在一旁呼吸就行，剩下的交给时间。等到龙气彻底融入他们的血脉，他们就会和第一医院的那些志愿者一样，开始进入异化阶段。至于之后的狂化反应，有龙骨的气息镇压，再加上我在这里，不会出任何问题。你不用进去，你不用进去，跟我一起下洞。是。费那功夫干嘛？这鬼地方也太冷了吧！这温度怕不是都零下40度了？还撑得住吗？你要是撑不住，可以先回去。接下来的事儿
也只是需要你见证而已。实在不行，我用手机录像也是一样的。谁说我撑不住的？既然需要见证，那我自然是当之无愧。不过，为了以防我真的冻晕过去，还是先开着录像吧。万一我没了，这也能当个证据。随你。我的天，这些都是什么东西？那些凝聚了人类最高智慧的导弹、坦克，真的能打得过这些怪物吗？小胡，刚刚我们看见的那些，未来都会成为我们要对付的异兽。全是？不止。那他们就是你说的上古异兽？他们一些小兽罢了，还不配。你说是吧，烛龙前辈？异兽，这才是真正的上古异兽，不是什么还未孵化的蛋，而是活着的、真正存在的上古异兽。这说的是什么？我一个字都听不懂。半妖，就算是传说中执掌昼夜的烛龙，也分辨不出我现在的状态到底是什么。烛龙前辈，我来是有场交易想与你做。有趣。他早已经嗅到了我身上残留的龙气，也感知到了山顶那具完整龙骨的气息，自然明白我所说的交易是什么。你身上有蛇族的半妖血脉，得到真龙骸骨却不自己吞服炼化，反而拿来与老夫做交易，为何？为人族，真龙尸骸给你，你能提前12个时辰复苏，比其他所有上古存在更快恢复实力。我要的也很简单，在其他上古存在还未恢复力量之时，帮我杀掉其中一头，将他的尸骸交给我处理。哼，半妖，你凭什么认为吾会答应你？龙骨就在山上，吾杀你，如同碾碎一只蚂蚁一般简单。是吗？那你来试试看啊！你现在的状态看似吓人，其实不过是动用了数万年沉睡积累的最后一点力量，勉强撑出的样子罢了。最多也就只能说说话，睁睁眼看看而已。杀人，真以为眼神就能杀人吗？真龙骸骨对你有用，对亚羽、季蒙、奎龙，乃至是饕餮，同样有用。你不答应，我现在就转身离开，去找下一个愿意答应的上古异兽，让他来杀你。哈哈哈哈哈哈！半妖，你胆子不小啊！一般，我连死都死过30多万次了，还有什么好怕的？哈哈哈哈哈哈！答应还是不答应？不急，吾先问你2个问题，你若是答得令吾满意，答应你这小搭球也不是不成。我就知道，这家伙不会这么轻易答应的。只是卦象中并没有经历这一遭，也不知道烛龙想问什么。不过既然对方松口，那就代表有合作的可能，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不过既然对方松口，那就代表有合作的可能，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第一，你说你要杀一头上古异兽，谁？亚羽。传说之中，亚羽本是上古天神，
被二父与其臣子所杀，皇帝以不死药将其救活，却自此性情大变，化作龙首牛身的凶兽，神志迷乱，专以人族为食。在那30多万个未来里，他是最先苏醒的上古异兽之一，也是第一头对人族发起大规模袭杀的存在。圣城作为火种城市时，他一出世便灭杀了10余万人，靠吞噬生灵之力飞速成长。我曾在一个卦象中见过烛龙联合另外几头异兽，联手斩杀过亚羽，这证明上古异兽之间本就可以互相杀灵，否则我也不会第一个来找他。那家伙简单。第二，吾长眠之所无人知晓，你为何能找到这里？莫不是生有什么窥探天机的天生神通？糟了，天生神通，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但从字面意思分析，简直就是为我的卜卦能力量身定做的。看烛龙这副郑重的模样，若是我的卜卦能力真是天生神通，这场交易恐怕会立刻破裂。什么天生神通？我要是有那种本事，还至于只是个半妖？还至于跑到这冰天雪地里来求你合作？知道你在这里，纯粹是因为在几十年前人族就探查到这山体里有东西，现在过来，也只不过是因为得到了一些别的消息，在经过简单整合之后得出来的结论而已。人族，这就是答案，信不信由你。不只是你，包括亚羽和其他上古异兽所在的地方，我也全都知道。这是整个人族千万年积累的智慧，不是你说的什么天生神通。有趣。半妖，你的提议吾答应了，不过距离天地重启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吾还需要12个时辰才能完全消化龙骨的力量。若到时候亚羽也得到了类似的机缘，提前恢复了实力，吾可不能保证一定能将他搏杀。放心，龙骨我马上给你送下来。算算时间，龙气吸收的也该差不多了。稍后烛龙吸收龙骨的时候，你带着他们继续在下面吸收散逸的龙气，有烛龙的气息系镇压，不会产生其他负面效果。3个小时后，你们就能完成异化，获得完整的超凡之力。时间紧张，我得去会相流了。到时候我们在这里会合。大黄，我怎么到这里来了？半妖，快回去，立刻离开这里！反应这么大，在那30多万个卦象里，我从来没有将相流弹调到过圣城。之前圣城的情况还没糟糕到需要冒险和他接触，等情况恶化的时候，他也已经在沙漠孵化了。我记得他孵化后的第一时间就是暴起伤人，逼得老易动用了大额量核武器，最后他断了3颗头颅，重伤逃遁，不知所踪。我把他调过来，本来只是想试试能不能在他身上找到破局之法，现在看来，他知道的东西比我想象中要多得多。大荒，老祖，那是什么地方？哎，3言2语跟你说不明白，快，立刻去昆仑之后，否则你和老祖都……等等。你身上怎么会有那位的气息？哪位？老祖说的可是烛龙？你见过烛龙？刚刚见过，我与烛龙老祖相谈甚欢，还将一具完整的真龙骸骨赠予了他。真龙骸骨？你有这等至宝，为何不先孝敬给老祖？
我说老祖啊，你是不是还没认清楚现在的情况？我现在是烛龙罩着的人，虽说我只个半妖，可你怎么也得给烛龙老祖一点面子，不是吗？小贝，你到底想做什么？完了，这小子居然真的见过烛龙，还把真龙骸骨给了他。还没复苏的烛龙加上真龙骸骨，别说我现在只是个蛋，就算我已经完全孵化，在他面前也不过是塞牙缝的东西。这小队我是真的惹不起了。我想要的很简单呀，老祖之前给我的那种精血，不知能否再多给一些？精血是吧？可以，不过有件事，你得先答应吾。如今你的身份不同，乃是除龙使者，就别叫吾老祖了，唤一声道友即可。大荒太过危险，吾不敢现身，更不敢在此孵化。你若是想要精血，吾每日都能给你一滴，品质和先前那滴一模一样。可前提是你必须保证吾的绝对安全，并在7日内将吾安全送出大荒。到时候吾会再给你100滴精血作为酬劳。可以。忽悠，大成功。不过1日1滴，可解不了我的燃之急啊。仅1枚精血，只能让吞天的品阶拿到传说，却没办法让我获得真正的相流血脉之力。想要在烛龙的帮助下安全吞掉亚羽，必须再有提升，否则就算得了亚羽的尸身，也没办法下嘴，到时候可就尴尬了。不过，你得先给我100滴精血，作为你我之间合作的诚意。1日1滴提升实在太小，我怕烛龙老祖早晚看不上我，到时候你我可就真的都出不了大荒了。30滴，最多30滴，80滴，少滴都不行。50，最多50滴。你要是不愿意，那就把我交给烛龙老祖好了。那好，就50滴。原本我想着能压榨出10滴就不错了，10滴相柳精血就能增加200年寿元，到时候我也不用每次都神神秘秘的，可以直接将部分天机告知众人，让他们更好的执行命令。没想到这家伙一开口就说给100滴酬劳，这还说什么？大哥豪气！50滴精血就是1000年寿元，还能再次大幅提升我的身体素质。就算不能觉醒相流的血脉传承，应该也足够我吞下亚羽了吧？50滴都给你了，小子，你最好遵守承诺，否则你身上有我族相流血脉，我想找到你还是很容易的。放心，还有1枚呢。哪里还有1枚？50滴是你我合作的诚意，现在诚意我是收到了，可是按照约定，今天你不还得给我1滴吗？好，算你小子狠。喂，老易，啥事儿？我搞不定了，你的队员，还是你来跟他说吧。喂，对，糟了，我现在能拿捏住相流，全是仗着烛龙的威势。要是让他知道我刚才都是骗他的，别说合作，他第一个就得跟我拼命。喂，领导啊，我这正忙着呢，您交代的任务我保证一定完成。你那边需要支援吗？不用，领导您好好休息就成。小的这点本事还是有的，保证圆满完成任务。那就好，记得12小时后向我汇报进度。好嘞，保证准时。小子，你怎么不让那个神血女娃过来？若是你能吞了她，说不定还能直接掌握她的天生神通呢。你以为我不想吞啊？他身边不知道围着多少顶级高手护着，我但凡敢动一点歪心思，怕是连您老人家和除龙老祖的面都见不着，就被人挫骨扬毁了。呵，你能行的。交易完成，吾先睡会儿，没事别吵我。好，您好好休息。
现在是早上10点整，距离烛龙完全苏醒还有22小时，距离灾变正式降临还有61小时，距离其他上古异兽集体苏醒还有73小时，得抓紧时间了。吞天，启动。身体素质大幅提升，目前等级 S。才到 S 吗？我原本以为能全吞肥夷，甚至能吞掉幼年期霍红的我，身体素质怎么也快到 SS 阶了。没想到50枚相柳精血下肚，也才堪堪摸到 S 阶的门槛。这最后1枚，若是我自己吞了，最多也就再增加20年寿元，以及一点微不足道的身体强化，根本不可能觉醒相柳的血脉传承。可若是分给下面的73人，稀释之后，应该能让他们在天地真正重启之前，拥有至少一次全力爆发超凡之力的机会。大局为重，很不错。单个小时，包括萧云天在内的73人，全都成功掌握了超凡之力。我能清晰地感知到，他们每个人的体内都和洛清晨一样，封存着一股汹涌澎湃的力量。只可惜，他们现在还没办法随心所欲地运用。用相流的话来说，现在天地还未完全重启，法则尚未崩坏，就算提前觉醒了超凡之力，也无法随意调用。若是强行使用，代价极大。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解决的办法。排队列好，我念到名字的出列领取物资。萧云天，这是你的。你们手中的东西可以支撑你们使用一次完整的超凡之力。接下来的任务，你们会被派遣到圣城各个撤离点，协助民众撤退。记住，如果面对的危险不大，就尽量不要动用超凡之力。当然，顶不住的时候，该用还得用。听明白了吗？明白。报告上有名字的，可以先上去了。行了，放松一些，不用紧张。报告，不紧张，我只是有点激动。行，那你激动着吧。李晨山同志，现在向你宣布一项重大任务。领导请讲。李晨山保证完成任务。守在这个溶洞口，未来21小时内，除我之外，不放任何一个人进来。也不放任何一个东西出去，你能做到吗？能。好。我说领导啊，那个狐幽哥哥，你怎么留李晨山一个人守溶洞啊？他能守得住吗？放心，我们这么多人里，可以说就他一个能守得住的。你们就没互相打听打听，各自的超凡之力是什么吗？不行，我们之中大部分人都没有接受过保密培训，这种事作为最高机密，还是自己知道比较好。反正你都知道，也不用向你报备什么的。说的也是。谁叫我觉醒的异能是个实实在在的辅助类，想亲手暴揍我哥一顿，怕是这辈子都没希望了。那你们想知道李晨山的超凡之力是什么吗？那就是……哎，对了，你也没接受过保密培训，对吧？那还是算了，等到时候你们自然就知道了。哥，我能骂脏话吗？可以，帮哥一起骂了，只要不指名道姓就行。那好说，还是算了吧。咱们新时代的大学生，除了打游戏喷队友之外，绝不骂人。
不骂是吧？那就上车，还有下一个任务等着你们呢。喂，你们，这里不让停车，会吓到牛羊的。怎么还有人啊？哥，你不是早就组织全城撤离了吗？牧民的事哪有那么容易说清楚？城中渔民好说，广播电话挨家挨户敲门，很快就能撤走。可这些牧民散在整个草原上，就算村镇干部挨家挨户跑，什么时候能通知到位都不知道。整个自治区370万人，近一半都是牧民，通知难度太大了。现在还有人在放牧，太正常了。我下去跟他说说。待着。这个时候就已经出现异化了吗？之前的彩鳞青蟒和小霍走都是刚出生的幼崽，容易被天地间的异常能量影响，提前异化还说得过去。可这头藏獒已经是成熟体了，现在就出现异化反应，未免也太早了一些。相柳口中的大荒，当真如此玄奥？你干嘛？你打死了阿龙！阿爸阿妈，你们快来啊！坏人打死了阿龙！行了，这人和异兽就先交给你俩处理，我去找东西。啊？找啥？对啊，狐幽哥哥，你找什么啊？既然附近的藏獒都已经出现异化反应，那就证明湖底的东西差不多要醒了。荒芜，开！神明，是神明降世了，神明在上。难怪这些牧民会把他奉若神明，这一手简直和传说中的神明没有任何区别。神明让我转告你们，立刻通知这附近所有的牧民，带上生活必需品，尽快离开这里。3天之内，这里将会有天魔降临，涂炭生灵。多谢神使大人，我们马上就去通知其他人。哥哥，你看，这也没你说的那么困难嘛。这不，至少这周围的牧民都会第一时间撤离了。是吗？希望待会儿你还笑得出来哦。笑，我就笑。怎么样，小云婉同志，现在还笑吗？不对啊，根据那个卦象的记载，这里应该有一条隐秘的通道才对，怎么现在找不到了？如果说烛龙是所有上古异兽中唯一可以合作的，亚羽是唯一必须斩杀的，那么白泽就是唯一可能亲近人类，甚至站在人类这边的异兽。传说中他能言人语，通晓天地万物，能趋吉避凶，更是他将天下妖名注入白泽图交给皇帝，才得以镇压妖兽一族。在那30多万个卦象里，我只在少数几个卦象中见过白泽出现，可每一次他都在慌忙逃窜。我不知道他和其他异兽之间发生了什么，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若是能将白泽拉入我方阵营，至少能将圣城民众的生存几率再提升10%。其中一个卦象中，曾有牧民在错那湖面见过白泽出世，后续探查也确实在湖底发现了条通道。只是那时我已经疲于应对其他异兽的攻势，根本没时间来探查，这也是我第一时间赶来这里的原因。可通道到底在哪儿？算了，不想了，先来上一卦再说。卦起。
卦象：吉。一，左走300步，移开巨石，可见通道，通往白泽洞府。一个，这还是我头一次遇到只有一种卦象的情况。就算卜算对象只是一个普通个体，通常也会出现无数种可能。可现在就只有这一卦，虽然有点亏，但好歹得到了白泽洞府的位置，先去看看再说。原来如此，估计是白泽上次出事时自己挪开了石头，才让通道显露出来。如今他还在沉睡，石头自然还堵在这里，难怪我找不到。我现在的身体素质可是 S 阶，一拳都能锤动055驱逐剑的程度，居然连一块石头都挪不开，这不科学。看来这石头被白泽动了手脚，用蛮力是搬不动了，要么浪费时间从圣城调设备来拖，要么吞天启动，咱搬不动你，还吃不下你吗？啊，不好，异能全部失效了，这块石头有问题，是白泽设下的禁制。这就是白泽洞府。虽说这地方看着简陋，可谁知道里面还藏着什么陷阱？刚才那块石头，明显就是白泽专门为了预防我这种存在设下的。吞了一块石头，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吞天什么时候才能恢复。难怪刚才的卦象里连一个尝试吞噬白泽的选项都没有，合着只要进了这个门，就根本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这一刻我才明白，白泽所谓的通晓万物、趋吉避险，到底有多恐怖。白泽前辈，您老在家吗？人族大危，需要您出入手相救。算了，不浪费卜卦次数了。正所谓来都来了，白泽若是真这么厉害，又不想见我，根本不会让我到这里来，直接利用水流把我卷到别的地方就行了。同理，他既然让我进来了，就不会害我。万妖投影，这地方竟然对所有异兽都有压制作用，只是因为我体内的血脉不是纯粹的异兽血脉，所以压制效果才微乎其微。不知道那些纯血上古异兽到了这里会是什么下场？白泽到底想做什么？先是用巨石堵路，防止人族进入，再利用那块石头封禁了我体内的血脉之力，最后又用这万妖石壁拦住所有纯血异兽。我不信这只是为了防止别人打扰他沉睡，如果真想苟活，他完全可以把自己藏得更深，毕竟出来也是被其他异兽追杀，藏在这里至少能多活一段时间。以白泽的聪慧，不可能想不到这一点，可他偏偏就在那些卦象中从这座小湖里钻了出来，这一步步一幕幕，就像是他在刻意引导我来找他一样。自我拥有卜算能力以来，我一直觉得世间的一切都瞒不过我。我是在离开圣城的前一刻才临时决定下飞机留下来的。白泽为什么会知道我会来这里？他跟我打招呼用的竟然还是简体中文，他当真能通晓古今未来不成？这也太恐怖了。我知道劝你走也没用，往这行字下面挖，有你需要的东西，带在身边自然能震慑烛龙，让他完成和你的交易。你吃下的那块石头是百鬼妖丹，吃下后会调和体内阴阳，3个小时内无法动用神通，3小时后拥有水火不侵之能，算是给你的一点小福利。还有，记住我在你卦象中的那些逃跑路线，对你有用。另外，别来找我，你找不到的。白泽知道我有卜算能力，他甚至还知道我看见了什么卦象。先前那几百个有白泽出现的卦象里，他全都是在逃跑。他让我记住那些逃跑路线，难道是想说未来我也会跟他一样被无数上古异兽追杀？这怎么可能？按照我的计划，只要烛龙配合我吞下亚羽，
就能为圣城争取超过20小时的撤离时间，到时候至少能撤走90%的民众。我直接跟着最后一批运输机离开就行了，怎么可能还跟那些异兽纠缠？不管了，先按照他说的往下挖看看。该不会又是个棺椁吧？什么棺椁能震慑住烛龙啊？非生死存亡之际，莫开。得，非生死存亡之机莫开。等我真要死了，打开正好能躺进去是吧？既然你不让我开，那我偏要打开看看。不对劲，要不算一卦？算了，万一又只算出一个卦象，还显示我怎么样都打不开，那不是白搭吗？唉，待会儿出去还有别的任务，先暂时不算了。现在荒芜和吞天都用不了，没办法从通道原路返回。不过干等着可不是我的性格，正好趁这段时间把他们接下来的任务分配一下。水火不侵，百贵妖丹的效果生效了。已经3个小时了，也不知道萧云天兄妹在岸上处理的怎么样了。要是能说服那些牧民配合撤离，说不定还能再争取几个小时的时间。这家伙终于走了。这是哪个鬼才想出来的法子？大意了。我说大哥，你这又是从哪儿扛来的一个棺？里面该不会又有什么异兽骸骨吧？先上车再说。说说吧，这是你们哪个鬼才的主意？是我，还是我！领导，你不是就想让牧民们快些撤离吗？我看了你在除了长安城的视频资料，再结合那些牧民对神明的崇拜，立刻就想出了这个主意。我把你分水而走的事情和视频剪在了一起，再配上一些艺术加工和当地语言的解说，直接就把这些牧民给镇住了。现在他们都乖乖听话，看完视频就排队登基，别提多配合了。怎么样，是不是很棒？棒！我看你习像个棒棒糖，还棒！你呢，就由着他胡闹。虽说宗教自由，可我们是什么身份，能做这种事情吗？没办法呀，领导。当时这附近围聚的牧民越来越多，要是继续放任不管，怕是整个圣城自治区的牧民都得赶过来。还不如用云婉的方法，能送走多少是多少。毕竟现在情况危急，有些事也顾不得许多了。你们啊，行了，这件事下不为例。现在圣城的情况如何？整个城区的民众都已经撤离完毕，目前预估已经撤离了80万人次，数量正在以每小时3万人次的速度不断增加。还是太慢了些。且不说距离其他上古异兽苏醒还有64小时，光是52小时后灾变正式降临，所有飞机的运载就会被全部禁止，撤离效率会立刻断崖式下跌。按照现在这个速度，灾变降临前最多只能撤走240万人，剩下还有130万人。到时候我们就得顶着各种天灾和异兽的压力，掩护他们完成撤离。这难度不是一般的高。70人小组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
已经完美完成任务。我们探查了全部70个可疑地点，发现了超过129头已经出现初步异化的兽类，都已经全部解决了。尸骸也都运送到了专门的地下冰库封存。还算是有个好消息，可以执行下一个任务了。那么多炸弹，领导，您是认真的？不该问的别问。把我送去念青唐布拉山，之后你们就可以开始执行任务了。我倒要看看，这么一具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棺椁，到底是怎么能帮我震慑住烛龙的？只希望白泽那家伙没坑我才好。还有1个小时，我还有最后一次卜卦机会，正好把棺椁搬进去之后，卜算一下烛龙接下来的反应。原本我还有3次卜卦机会，不过在车上的时候，我联系了老易，要来了全国600多座城市的名单，用掉了2次，一次卜算这些城市范围内是否会有天灾，一次卜算天灾的威力等级。4个小时，足够我把这600多座城市按照危险程度排好名。泄露这些天机，虽然损失了300年寿元，但也没有伤筋动骨，毕竟还有相流的赞助，扣掉300，我还有700年寿元，完全足够。至于接下来的48小时全国的撤离工作，也就只能交给以洛清晨为首的其他超凡者了。谁？别紧张，是我。领导啊，你可差点没把我给吓死！你这是咋又背了个棺材啊？别提这个了。你看守的这段时间有没有发生什么异样？异样？这里面那家伙想跟我搭话算不算？算。等等，你能听懂他说的话？听不懂啊。不过他时常发出一些奇奇怪怪的音节，一听就像是在说话，只是我一个字都听不懂而已。不过领导你放心，我都录音了，放给你听。好。人族小子进洞来，吾赠你一场机缘。小子，还不速来！这人族是听不懂话吗？算了，既然小子你没这个福分，就莫怪本座了。喂，小子，你别睡觉了，赶紧起来！那半妖到底从哪里找来的小子？从那30多万种卦象来看，如果说包括我在内的74人之中，有谁是一定能活下来的，那就只有一个人，李晨山。这家伙觉醒的超凡之力极度诡异，梦魇，他可以让一定范围内的所有生灵强制进入睡眠状态，不过前提是他自己也得睡着才行。我第一次发现他，就是在灾变降临后的一次异兽袭击中，当时全场所有生灵，不论人族还是异兽，全都在呼呼大睡，甚至负责叫醒的人员进入他的影响范围后，也直接陷入了沉睡。最终还是李晨山他自己醒过来，所有人才恢复正常。一问才知道，这小子当时被异兽吓晕了过去，觉醒异能的同时，把周围的生灵全都强行拉入了梦魇。这也是我让他守在这里的原因。虽然不知道梦魇对烛龙有多少影响，但换做其他人来，效果只会更差。没想到从烛龙这几段话来看，效果居然还不错。领导，怎么样了？里面那家伙都说了些啥？他说要你进去，送你一场天大的机缘。不过他嫌你听不懂他说的话，就说算了，还让你别怪他。真的？当然。不过他是不是真要送你机缘，那就不知道了。哦，所以这老东西是想忽悠我进去，另有所图。不然呢？你小子不知道自己的异能是什么啊？老实说，从我们离开到现在，你睡了多久了？也没多久。你们刚走的时候，我就在想，领导你把我留下来，肯定是因为我的异能。想到这里，我就干脆睡了一觉。醒来的时候，发现你给我的那块精血宝石少了一些，然后那家伙就开始吵，我就开始录音。录了一会儿，实在嫌他太吵了，干脆就继续睡了会儿。等饿醒了，吃了东西，又开始睡。要不是领导你在上面咣当咣当的，我估计还能睡呢。你觉醒的这异能是真没错。好了，这里交给我了，你去找萧云天，还有其他任务等着你。记住，可千万别再睡了哦。
放心，领导，保证不会。我早就睡醒了。挂来。卦象吉凶参半。卦象一，将扶桑木棺放置烛龙眼前，加快烛龙吸收真龙骸骨的效率。8小时后，烛龙复苏出山。卦象二，与烛龙找到亚羽沉睡之地，强行抹杀亚羽神智。卦象三，单独使用吞天强行吞噬亚羽，失败，魂飞魄散。卦象四，在烛龙帮助下，使用吞天吞噬亚羽，成功，获得亚羽血脉传承，肉身强度进化至 SS 阶。吞天异能进化。卦象5，在其他异兽苏醒前，引爆诸多异兽的沉睡之地，73人吸收大量血气，身体获得全面强化。各上古异兽苏醒时间延长1小时。卦象6，死守圣城自治区，以亚羽血脉之力重伤夔龙，引得诸多异兽围攻夔龙，拖延1小时撤离时间。卦象413，吞噬亚羽之后尝试吞噬烛龙，失败，重伤逃遁。卦象813，压榨相流，获得相流血脉传承，解锁史诗阶异能九首。卦象1581，当上古异兽苏醒后，利用亚羽尸身配合异能九首镇压上古异兽，拖延时间，使圣城自治区撤离完成度达到90%，自己被异兽围困圣城。卦象2183，圣城自治区完成撤离后，舍弃亚度尸身尝试突围，失败，死。卦象3182，圣城自治区完成撤离后，尝试开启扶桑木棺，失败，被异兽围攻而死。卦象4819，圣城自治区完成撤离后，尝试和烛龙交易，被拒，被烛龙夺走亚羽尸骸，死。卦象13712， 160小时后，突围入白泽洞府，苟活。只要扶桑木棺在手，烛龙就一定会配合我。亚羽也是必死之兽，我若是在烛龙的配合下第一时间吞下亚羽，就能重伤夔龙，再多守住圣城1个小时。可如果我不吞亚羽，而是利用他的尸身，再配合相柳的血脉之力，就能让圣城超过90%的民众安全撤离。只是后果，我就只剩下最后一丝生机，突围进入白泽洞府苟活。等等，白泽，他让我记住他在卦象中的那些逃跑路线。如果我真的用亚羽尸骸去镇压其他异兽，那我不就成了那30多万卦里的白泽，在无数上古异兽的追杀中四处逃亡？可就算是168小时后能逃进白泽洞府，也不代表我能从这满是异兽的大荒之中活着离开。不如一劳永逸，大不了等那些上古异兽围攻我的时候，反手给组织发个坐标，来一场盛大的核烟花秀，炸死几个就算陪葬几个，我也算是不虚此生了。不过话说回来，为什么相流的血脉传承只是一个史诗级异能？没道理啊，他明明比肥一霍斗强得多。还是说这其中有什么我不知道的隐秘？算了，等会儿找机会问问烛龙吧。这老古董也是目前少数几个能正常交流的上古存在了。从哪儿找来的这东西？我说天上掉下来的，你信不？行了，前辈，我也忙活一天了，先睡会儿。您就加油吸收真龙骸骨，外面那小子也不会再来打扰你了。等我睡醒，咱就一起去找亚羽。如果我是你，就不会选择睡在那上面。不睡这儿睡哪儿？你这地上有多冷，你自己不知道。行了行了，我先睡为敬，你麻溜的，抓紧点时间。反正等里面的那位醒来，要是知道有人族敢睡在他的棺材上面，小子，你就自求多福喽。我靠！醒了，那走吧。醒了，那走吧。你是烛龙？是吾，如何？你咋是个母的？坏了，
我这嘴怎么没个把门的？烛龙不论公母，那都不是我能智慧的呀。怎么不举？不对啊，在那些卦象里，烛龙和我去找亚羽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变成人形。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导致他显露了人形？会不会对接下来的计划有什么影响啊？还是说你们人族对我的描写有些偏差？也不算是偏差吧，倒也确实没说她是男是女啊。要是以竹九银这个名字来判断的话，倒也确实可能是女的。不对啊，那我们现在出发。可这里的异兽足有上万头，每一头都能比肩正常状态下的霍斗。若是他们现在冲出去，那我的撤离计划就算是彻底废了。可我记得那些卦象里根本就没有这一幕啊！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莫不是因为扶桑木棺？要说我这次的行为和卦象里有什么不同，就只有睡在棺椁上这件事了。这是目前我能找到的唯一区别。可偏偏就是这个区别，怎么就能让烛龙前后对我的反应差别这么大？可我偏偏还不能问，一问烛龙就会察觉到我拥有窥探未来的天生神通，到时候的变数就更大了。别担心，如今天地还未重启，法则尚在。若他们现在出去，那就只会被天罚轰碎。至于天地重启之后，人族你我之间的合作也会到此为止。他们去向如何，也与你无关了吧？对，只要在天地重启前出不去就行。等到天地重启，不知道多少上古异兽都会苏醒。柿子多了不痒，这些小家伙出来也就出来吧。烛龙正式苏醒了。烛龙正式苏醒了。熟悉又陌生的味道。所以，亚羽在哪儿？不急，在说这件事之前，有件事儿我还得跟您商量商量。喂，小胡，你那边没事吧？云图显示有大量风雪在短时间内异常汇聚，中心正好就是你所在的雪山。你该不会是把什么东西放出来了吧？我目前还算安全，一切都在掌握之中。明白，只是这个动静，我们估计是瞒不住的。就在刚刚云图出现异样之后，各国已经向我们发出了正式问询。结合先前我们的全国动员、内网封闭等一系列动静，他们已经在猜测我们是否在研究大规模天气武器，并准备针对他们进行饱和打击。他们要求我们在12小时内给出明确回复，并消除圣城自治区上空的异常云图，开放卫星检测，否则将视为我们在为开启第3赛季做准备。他们将提前启动最高级别的应对措施。这个简单啊，他们都这么说了。不管我们怎么回复，他们都会做好准备。你说要是我们给的反应再强烈一些，始终维持云图处于完全覆盖状态，那他们会怎么样？肯定是全面备战啊！不过以我们如今的战力，他们谁都不可能率先开火。那就对了，现在距离灾变降临已经不足42小时了，让他们做好开战准备。到时候异兽苏醒，天灾降临，他们也好有些准备，不至于被打个措手不及。行，就这么安排。可是要让整个圣城自产区乃至整个大夏都处于云层覆盖状态，这能做到吗？前辈，您说呢？云雨而已。不过，我为何要帮你？谈条件吗？这个我最熟悉不过了。里面有一颗相流蛋，蛋归你，我只要100滴相流精血，一举3得，既能获得足够的相流心血觉醒血脉之力，还能顺带着把这个定时炸弹一样的相流解决掉，甚至还能让烛龙免费帮我们遮云图。就看这烛龙答不答应了。哼，相流一族血脉稀薄，别说这世间早就只剩一头纯血相流，根本不可能有相流蛋。就算下面真是相流蛋，一颗蛋哪里来的100滴精血？你莫不是在逗吾开心？精血有没有这么多我不知道，不过下面那个确实是相流蛋，不然你以为我这血脉是从哪儿来的？血脉不都是天生的吗？
难不成你还有什么吞噬血脉的天生神通？糟了，怎么差点把这茬给忘了？这烛龙像是对天生神通有着什么特殊执念一样，一提到这个，精神都瞬间振奋了100倍。我一个半妖哪里来的什么天生神通？你是不知道，我们人族现在的科技早就可以换血了。我们提取了一部分相流精血，将其中可能产生排异反应的部分去除，再将纯净的血液输入我的体内，随后就制造出了我体内的相流血脉。对了，你是不是不知道什么叫做排异？来，我跟你科普一下啊。排异反应就是来，那相柳蛋就在里面，我带你看看。其实你不用解释这么多，有天生神通也不是什么罪过，我也不会对你做什么。只是你身上的天赋与神通，也确实是杂了些。啥？烛龙前辈，你这说啥呢？我咋听不太懂？肥夷一族的神通荒芜，吞云蛟一族的神通吞血，这2种天赋神通实属罕见。出现在你这半妖身上也确实极为稀有。可既然天地都重启了，有一些天才现世也是正常，你也不用这么紧张。我还不至于为了这2个天赋神通就对你出手。看出来了，但没完全看出来。他不仅没看出我的卜卦之能，还把吞天当成了什么吞云蛟的吞血。是，要不说您老人家慧眼独注呢，真是什么都瞒不过您的眼睛。不过，你为啥不早说？我这一路上跟你讲下来，你也不嫌烦？不烦。他一直在学，他通过我说的那些话，再结合我的精神波动进行对照，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学会了大夏语。愣着作甚？不是要看你说的相流蛋吗？马上。我说你小老祖，你还在吗？哦，你叫他老祖，叫我前辈，这么算下来，我该怎么称呼你啊？前辈莫怪，是这半妖不懂事儿，仗着身上有我族的一丝稀薄血团就胡乱叫喊。前辈，这可不是我有意冒犯的啊！这么怂啊？香流老祖不就一个称呼吗？没事的。你大胆！先别管他大不大胆了，你先说说你是怎么回事。前辈，此事乃是我族秘稀，所以这是有事不想让我听见啊。不过这俩老家伙还是不知道什么叫高科技。立即把无人机里的所有音频实时传给我，快！所以，你的意思是，那位主动出手将万妖回溯的？回溯万妖，从成长体的状态强行回溯到了蛋的状态，并且一直封存到天地重启的时候，在排除相流哄骗出笼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有这么一位存在，可以出手将上万头上古异兽全部进行时间回溯，这得是什么级别的能力啊？是啊，前辈，除了我之外，还有许多妖族都在等着天地重启。我倒是知道1-2个妖族潜藏的位置。既然您在天地重启之前就已经苏醒，要不试着去争一争那个位置？我到时候肯定是8个脑袋都支持您的呀！怎么成8个了？纯血相流不应当是9手吗？一个讨厌的人族斩了我1个头，不过现在应该已经化作飞灰了。前辈啊，您看我的提议如何？不如何。既然你不该在这里，之后我让那半妖送你出去。不过代价嘛，他要你100滴精血。既然你是被那位回溯成如今模样的，数万载的积累应该够给吧？哪里够啊！前辈，您是不知道啊，那半妖身上一定还有氏族血脉，在您开口之前，他就已经讹了我51滴精血了。虽说我还剩有一些精血，可那都是留着天地重启之后加快成长的，不然多半是烛龙动怒了，这相流也是欺软怕硬的货色。成，前辈，100滴就100滴，我咬咬牙也是可以的。放心，我也不会让你白做。待我与那小子的约定完成，我会赐你1滴我的精血，到时候
你替我去找一个妖族，他应当也在那回溯的万妖之中。是，多谢前辈厚赐。一滴相流精血等于20年寿元，若是能搞到1滴烛龙精血，怕是100滴相流精血都不换。就是不知道到时候用20滴相流精血跟相流换，他愿不愿意？来，这是在换我过去了，可我又不会飞，这100里距离说来就来啊！取血，100滴精血，加上那些云雨，换你一个东西。什么东西？你体内的百鬼内丹。你体内还有百鬼内丹？我是吃过白血内丹，不过好像都已经消化了的样子。前辈，你又是怎么知道的？若是你没睡在那上面，我还真不一定能知道。原来之前的消化，倒不如说是掌控。只是因为百鬼内丹被我用吞天吞下，才转化成了我水火不侵的能力而已。东西出来了，交易还是不交易？可以，不过你得先告诉我，你拿百鬼内丹有什么用？这玩意儿不就只能水火不侵吗？普通的百鬼内丹是只能水火不侵，普通的百鬼内丹是只能水火不侵。不过，这10万年的白玉内丹还有遮蔽天机的功效，你个小崽子拿着又没用，不如……开玩笑，遮蔽天机，这东西对我而言可是保命的玩意儿。有了它，以后我再卜卦，就再也不用担心被那些上古大能察觉到了。至于和烛龙的交易，山人自有妙计。哎，你干嘛？当然是保证交易顺利了。你想，我要是现在将百鬼内丹给了你，你屏蔽天机跑了，我上哪儿找你去？我这还得靠您对付亚羽呢。交易咱们继续，你先将相流精血给我，再布下云雨，等杀了亚羽，我再把内丹给您。反正我也跑不出您的手掌心，不是？随你。赖账，必须赖账。反正到时候我都要被那些上古大妖追杀了，多一个烛龙也不多。总之，先搞定这2件事再说。区区一个半妖而已，还能掀起什么风浪不成？等斩杀了亚羽，有的是办法让他乖乖把内丹交出来。那就麻烦前辈了。第一件事，搞定。现在整个大厦都被云层覆盖，他们就算想通过卫星窥探，也什么都看不到了。那个前辈，我先前取了50滴精血出来，元气大伤，如今再取也只能再取50滴了，怕是要在3天后才能取出剩下的50滴。没事儿，不就是50滴精血吗？赊了，反正百鬼内丹也还在我这里，未正式交给烛龙前辈。这种情况下，您让我把所有精血都取走，我反而还不好意思了呢。反正再有30滴精血就够我觉醒血脉之力了，剩下的50滴有没有都无所谓。有了是锦上添花，没有我还可以说是相流反悔在先，怎么算都不亏。好人啊，我也是许久未见你这样的好人了。既然如此，烛龙前辈您看，你们商量就是。寿元加600年，成功获得相流血脉传承，觉醒史诗阶异能9手。原来如此，这8个触角代表着我能同时操控8具没有灵魂的无主之身，等级没有上限，操控距离视我的灵魂强度而正。若是只操控1具亚羽尸身，我敢操控着它和其他上古异兽同归于尽，可其他上古异兽敢吗？这下彻底稳了。
怪了，你个半妖，就算是有吞云蟒的传承，吃再多的相流精血，也不该获得他的血脉传承啊。不该吗？有没有可能，我体内本身也有一部分相流血脉呢？三族半妖血脉，偏偏还继承了三族最为罕见的血脉传承。我妖族大事，当真要来了吗？前辈啊，这血脉传承是否有强弱之分？除了你说的吞云蟒一族的天赋较弱之外，好像我的其他2族天赋都是相同强度啊。可照理来说，相流不是应该比肥夷更强吗？正常，妖族天赋依靠血脉传承，血脉之中拥有的天赋大多都不止一种。以象两一族为例，除了你获得的九首之外，还有毒物、泽国、天撼等其他天赋。不过那些都只是普通天赋，而九首则是神通。神通只会有一头象王继承，除非上一头继承了九首的象王死亡，否则绝不会有第二头象王拥有。只有拥有九首，才能被真正称为象王，其他的都是杂血。哎，不对，这不对！你不是说世上还有一头纯血相流吗？应该就是这玩意儿了吧？那他岂不是也拥有九首？这不应该啊！应该的，一个讨厌人族斩了我一个头，现在我只有8首，神通早就消散了。所以，现在我才是纯血相流，而你成串了。那，前辈，我现在又算是什么？纯血相流，同时也是半妖。这个我也不知，亘古至今，从未出现过你这样的存在。至于你说的神通强弱一事，天赋生来便定下来，无法改变，而神通能不同。除了极个别神通之外，其余神通最初的威能都差不多，在掌握修炼之法后，则是可以逐步提升的。就拿你吞云蟒一族的吞血来说，现在你能吞下相流精血化作自身助力，可始终只能增长肉身力量而已，与其他2族神通相比还是弱了许多。可若是传说中的七彩吞天蟒一族的神通吞天，那可就不同了。那吞天又如何？吞天可吞食他族血脉，不仅能熔炼其他种族的血脉之力化为己用，还能将血脉之力炼化为寿元，修炼至高深境界，甚至能一口吞掉大道法则。这么恐怖？那像我这样拥有2种神通的半妖，岂不是他的美餐？就你还不配。七彩吞天蟒乃是洪荒大妖，先天生灵，早在不知多少年前就销声匿迹了，不然怎么叫传说中？那可是连我都没见过的存在，你小子遇不到的。可偏偏就遇见了啊！不仅遇见了，还被咱吞了神通，你敢信？所以，前辈，你先前是纯血相流，一定拥有9首的修炼之法，对吧？要不，你把修炼之法给我，就当是抵扣剩下那50滴精血了，行不？行了，你不是要找亚宇吗？还不快去！说的也是，这种事也急不来，只要相流弹还在我手里，就还有转机。前辈，还请随我来。找亚宇？你往这里面走干嘛？这大铁盒子里还能有亚宇不成？大铁盒子里没有，不过他能带我们去找亚宇。这可是人族制造出来的新鲜玩意儿，能在天上飞，比走路快多了。前辈不来试试？来就来。你确定亚宇在这里？这里已经快到大荒边缘了，就算是当初那位要镇压亚宇，也不至于选在这里吧？镇压？前辈，是哪位要镇压亚宇啊？不该问的别问，只要你小子确定亚宇在这里就行。那肯定啊，前辈刚刚可体验过人族智慧了，难道还信不过不成？站住！什么人？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赶紧退回去，老老实实参加撤离。边境还有人，当时不是让萧云天把所有人都撤走吗？这不是拿人命开玩笑吗？你们是哪个部队的？直属长官是谁？不是让你们全部撤离吗？怎么还在这里？
是胡首长吗？是我，下来回答我的问题。首长好，辛苦了。都是应该的。首长，你也别怪萧将军，我们大部队都已经从边境撤离了，所有人沿着边境线一路往回巡查，周边要是看见还有没撤离的民众，都会一起带上。我们一定会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撤离的。不过在此之前，我们也一定会坚守岗位，站好最后一班岗。你在这边驻守，知道这附近哪里有山洞吗？山洞，大的小的，在我巡查范围内，一共有364处大小不一的山洞，有些只有半人大小，匍匐前行也进不去；有些则是有3-5米高，深不可测。这么多，算了，大不了找个地方藏着卜一卦，只要不让烛龙看出来就行了。行了，这里也就只有一处地方适合亚羽藏身，跟我来就是。那感情好啊。同志，你立即通知这附近的所有人全部撤离，记住，是全部。上报萧云天，就说是我通知的，快！是。前辈，麻烦您带路了。你说的这人族智慧，看来也不怎么样。好，不怎么样是吧？就你了，到时候东风快递的第一收件人。哎，不对啊，小子，你不是说半妖在人族之中地位极低吗？怎么这人族还对你毕恭毕敬的？你莫不是先前诓骗老夫？对啊，怎么了？犯法啊？哎，老夫何须同你小子一般计较？相流的情绪变化很明显。上一次卜卦中，我获得相流精血的方式是通过烛龙威逼利诱，也从未当着他们的面吞下，所以我从未见过他得知我拥有神通九兽之后的反应。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他似乎有机会被拉拢了。烛龙化人，相流心变，这2个变数一出，能改变的事情可太多了。看来在拿到亚羽尸身之后，还得找机会再卜一卦。这是血石的气息，可亚羽被封印在这山洞深处，哪里来的这么多血石？卦象只能显示画面和对话，可没办法传递气味。这股气息比我想象中要恐怖得多。快到了，小子，你还要继续跟进去吗？我虽答应过你诛杀亚羽，却没说过要在过程中护你周全。若是你继续往前，生死可就自负了。进。先前的卜算结果显示，我跟着烛龙进入山洞1万多次，死亡次数却只有50多次，死亡率只有5%。如果不进去，亚羽妖刀有95%的可能性会被烛龙夺走。当初交易时，我只说了要亚羽尸身，根本不知道还有妖刀这东西。为了后续能用亚羽尸身镇压异兽，我必须搏一把。好。走吧，他醒了。这就是亚羽。冰鸾和相流是被回溯，烛龙是在沉睡，而眼前的亚羽，则是被活生生封印了万载。不对啊，那些卦象之中，烛龙都是化作本体，直接上前将石像压碎的。可现在他都化作人形了，这又该怎么下手？卦象里烛龙本体只用了不到半分钟就绞杀了亚羽，不知道他人形状态下需要多久。
死。亚宇死了，这未免也太离谱了吧！说好的搏杀呢？说好的上古异兽争斗呢？在先前那些卦象中，从未出现过这一幕。从烛龙化作人形开始，现在所有的事都朝着卦象之外的方向变动了。以他现在展现出来的实力，若是他想对圣城做些什么，我真的能守住吗？愣着作甚？你不是要亚宇尸身吗？还不过来？来了。现在就要吃了吗？看在百鬼内丹的份上，我可以帮你。不过你毕竟只是半妖之躯，就算是有吞血天赋，也无法完全发挥亚宇尸骸的效果。实力的话，最多能提升到黄阶上品吧。黄阶？还上品？咱现在的体质都已经到 S 阶了，好不好？前辈，这黄阶下品是妖族等级。妖族除了修炼神通之外，也以肉身强度为尊，以天地玄黄为4阶，每阶分为上中下3品。共12阶，以你如今的水平，也只不过是黄阶下品而已，刚刚超过凡妖，在半妖之中已实属罕见。可若是你以吞血之能吞下亚宇尸骸，就能一跃达到黄阶上品。若是辅以一部分相流精血，突破玄阶也不是没有可能。原来如此，那前辈您现在的实力是？抱歉，前辈不愿意说也是正常。主要是我看前辈刚才只手就将亚宇镇杀，想着在人族之中宣传一下前辈的强大，看能不能让人族不要负隅顽抗。早些投奔前辈麾下而已，没想到，是我糊涂了，不该多问的。无碍，天地还未重启，我如今也还只是地阶下品而已。史诗是玄阶下品，传说是玄阶中品，那传说之上才是玄阶上品。如今的烛龙竟然已经到了地阶，这还打啥啊？那天地重启之后的前辈，岂不是很快就能重返天阶？能再恢复一个品级就不错了。真龙骸骨也只能助我恢复更快一步而已，想要重返天阶之上，还需要更多机缘。可惜，此时就算是再有一具真龙骸骨，怕是也无法助我回到天阶之上。以前辈实力已经快了一步，那未来自然是会步步都快。到时候，前辈必然是这天地间第一个重返天阶的存在。只是什么？只是这天地重启，各路上古大妖都会苏醒，到时候他们的实力会不会与您相差无几？到时候人族难免会有所顾虑，可能会有所分歧。上古大妖就算复苏，若无机缘，在天地重开之后，也只能从玄阶起步。等他们按部就班恢复到地阶，怕是也过去100年岁月了。至于其他经过回溯的妖族，以相流为例，出世最多也就是个黄阶，之后根据天赋一步步重修，100年能到玄阶，便是天才中的天才了。而你不同。你虽是半妖之躯，却身负2大神通，还有一吞血天赋。只要能抓住这个大势，抓住这个机会，在吞下亚宇之后，再寻奎龙、计蒙、饕餮这般的龙种吞下，说不定能走一遭化龙的路子。哪怕是化作尾龙，也能退掉你这一身半妖之躯。适时越过龙门，说不定还能一步登天，成就天阶。小子，我知你关心人族。可如今天地重启，妖族大兴，人族必然会同远古时的妖族一般，沦为时代炮灰。你若是想保全人族，就只有靠实力这一条路。只要你入我麾下，我赐你10滴精血，保你玄阶之位。之后我再与你寻觅一些上古异种一同吞下，10年之内必破地阶，你便是人王。待到你化作尾龙，越过龙门，成就天阶，也不是不能为人族寻一块栖身之地。就算我将来成了天阶，也最多是把部分人族化为我的私产，让他们在我的领地里苟活而已。这种条件我绝不可能答应。可惜现在想强行吞下他必然失败，只能先稳住他，想办法把亚宇尸身断回圣城再说。多谢前辈抬爱，只是我……你在拒绝我？对。小子，你说什么呢？烛龙前辈，他不是这个意思。小子，我知道你心系老夫，你不就是想用老夫跟烛龙前辈讲条件吗？你说就是了啊！不许忤逆烛龙前辈！闭嘴！
有趣。合作结束，小子，我答应你的已经完成，你我两不相欠。至于百鬼妖丹，既然相流精血你还有50滴未取，那天地重启之后，我自会来取。前辈慢走，不送。终于走了。虽然先前的卦象中，烛龙从未有对我出手的情况，可如今变数实在太多，谁也不知道他会做些什么。正好，如今趁着烛龙已经离开，也是时候补一卦，看看未来到底都发生了什么变化。喂，小子，怎么了？你到底还有什么天赋？前辈，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能有什么天赋，不都被烛龙前辈看出来了吗？难不成你怀疑烛龙前辈的眼光？前辈的眼光我自是不会怀疑的，不过别忘了，你身上的相流血脉是我给的，我族精血确实能让半妖获得些许血脉，吸收多了还能排斥人族血统，转化为纯粹妖族。可这样的妖族也只是杂血而已，根本不可能觉醒我族血脉传承，更别说觉醒神通了。这么说，你能明白吗？哦，前辈你想说什么不如直说，毕竟我现在也是纯血相流了，咱们都是一家人，有什么都是可以聊的嘛。所以，你其实还拥有另一种天赋，可以将吞下去的精血转化为血脉，甚至是从中获得血脉传承，是吧？算是。那好，那你想不想吞一滴烛龙精血？烛龙有多强大，你刚刚也看见了。若是你能获得烛龙精血，从中获得部分传承，那你就有可能在天地重启之前镇杀前代烛龙，到时候配合我族神通九首，有亚与烛龙两具尸骸。别说什么人王妖帝了，这天下万灵谁敢不服？这家伙的胆子是真大啊！吞烛龙精血，再夺烛龙神通，甚至还要赶在天地重启之前。现在还有30多小时，这任务根本就不可能完成。不过补算一下也不是不行。卦来。还好先前没答应相流，一听这玩意儿就不靠谱。没有任何一条路是真正安全的。以目前的卦象来看，只要按部就班的，就一定能将370万民众撤离超过98%。至于后面的事，顾不得了。你刚刚说的合作怎么样？你答应了？总得要搞到烛龙精血再说。既然你我要合作，那你是不是也该给些诚意出来？别的不说，那9首的修炼之法，我正要与你说这个。修炼之法，我也不是不能给你，不过你得先朝我立誓。立誓？对，你是半妖，以你如今展现的天赋，未来的成就不可限量。取一个纯血妖族，那是轻而易举的事。你要修炼之法，那就必须在我面前立誓。未来如果能取纯血妖族，必须要优先去争取真龙一族的血脉。到时候诞下的子嗣，若是有继承9首神通的，你就立即送来我这里，我送他一场大机缘。行，我胡幽，如果未来有机会取纯血妖族，那我必然优先争取真龙一族的血脉。到时诞下子嗣，若有继承神通9首之妖，就送至相流处。开玩笑，这誓言对我的微弱力几乎为零。毕竟前面说了，如果只要我自己没有机会取纯血妖族，这誓言不就想通于零吗？行，你来，我传你秘法。将分支出去的灵魂不断延伸出去，并同时淬炼灵魂韧性以及强度，从而不断强化9首。这就是9首的修炼之法，未免也太恐怖了一些吧。初阶的9首只有玄阶下品，最多只能操控尸骸而已。可若是按照这上面的方法修炼，若提升至天阶，甚至可以将8种生灵的灵魂、肉身直接融于自身的8枚头颅之中，完全纳为己用。不过，我哪里来的那么多脑袋？如何？领悟了多少？什么叫领悟了多少？就是功法的内容呀。刚才我用先祖之音传你神通修炼之法，可这也是看悟性的，悟性一般的，至少得听10几次才能获得完整的修炼之法。我现在太过虚弱，一天也只能动用1次而已。我得看你听1次能领悟多少，
再决定我们之后的计划。唉，我悟性实在是太差了，那是一句都没领悟啊！咱的计划，怕是没办法喽。唉，那你如今打算如何？前辈啊，就算我领悟不了九首，也不代表我没办法同时操控亚羽和烛龙2具尸骸吧？嚯，好大的口气，还同时控制2具尸骸！你要是有本事，你就先给我控一个瞧瞧。好啊，来。看吧，我说没问题的吧？你小子，虽说你没办法获得修炼之法，不过若你能一直操控这具亚羽尸骸，也会对你的灵魂有所裨益。放心，这我还能不知道吗？前辈，咱走着。走。以我现在的影响力，完全可以调用大量运力来秘密运送亚羽尸骸。甚至可以保证让除了参与运输的人员之外，没有一个民众知晓这件事。可这么做，百害无一利。如今距离撤离开始，已经过去快30小时了，能主动撤离的人差不多都已经撤离了。现在还没撤离的，要么是真正偏远地区还没收到消息的牧民，要么就是完全不相信有这种事情发生的顽固分子。面对这些人，想要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撤离圣城自治区，就只能搞点大动静出来。虽然这一幕我先前也曾见过，可此刻亲身再经历一次，也不由感到无比震撼。你走这么慢做甚？下面有人，也有牛羊，我这一脚下去，他们就没了。你倒是谨慎，我要的是撤离，不是屠城。前辈，亚羽体内这股血气到底从何而来？看不出来吗？忘了，你只是半妖，这种上古隐秘，你确实未必知道。亚羽曾死过一次，是皇帝给他求来不死药，才让他复活。如今他体内的磅礴血气，便是那株不死药所化。不死药？若世间真有不死药，那上古时期的人族会不会也还有活着的？比如昆仑山或者火云洞？这我不知道，别想这些了，抓紧去找下一头上古大妖。这不是按您的吩咐锻炼灵魂吗？至于其他上古大妖，您太看得起我了，我总不能什么都知道吧？哦，是吗？当然，难道我在您心中就是如此没有诚信可言的人？你觉得呢？是，我确实知道其他上古大妖在哪儿，也确实打算好好收拾他们一下。第一轮开胃菜已经备好了，既然知道他们被炸醒后会怎么反应，第二轮前菜也该上桌了。狐妖，边境附近出巨型异兽，高度无法估算，正在朝圣城方向移动。我知道。你知道？我在他头上，是我操控的。你全力撤离民众，完成我交给你的任务就行，其他的都不用管。有件事需要你确认一下，你觉得这个计划可行吗？上古大妖太多了，计划虽然难以成功，但还是要做的，至少能拖住这些上古异兽3天时间。可若是没有，别说3天了，3个小时这些异兽就能从圣城一直杀到玉京。我明白了，你自己要小心，事不可为就马上撤回来，先保全自己。队长，需要支援吗？暂时不用。你那边情况如何？第一批超凡者已形成转化，大部分派往7座火种城市协助城防建设，第二批也开始接触霍斗。幽泉呢？我已经带队清理了一部分异兽，现在已建立观察所，无人机原先天监测。有异常，第一时间通知我。明白。队长，你一定要活着回来。尽量。刚刚那些人，你不是说你这个半妖在人族之中地位低微，只能看人脸色过活吗？
我有说的这么惨吗？你说的比这还惨。前辈，人在外行走，总要适当包装自己。包装？弱一点，别人容易放松警惕。所以你从一开始就在骗我？不能这么说。那该怎么说？我只是没来得及把全部真相告诉你。你嘴里有一句实话吗？有。哪句？我要活下去，也要让尽可能多的人活下去。忽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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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心、威望、成就感，这些东西，我其实都不在意。灾变之前，若我想要这些，也能轻易得到。可我想要的，是人间烟火。人间烟火，总得有足够多的人，才能构筑出整个人间。诸君，身死不足惜，念存魂仍在。若我身死，还望各位坚守。距离灾变降临还有32小时，时间还够，再找一头收益最高的异兽。能吞的不够强，强吞的风险太高，找得到的未必划算，找不到的更浪费时间。只要碰高阶龙种，就会被雏龙感知，这就是它的底线。找到了。你咋下来了？有事赶紧说，我还忙着办正事呢。其他72个地点目前都还正常，但有一个地方出了点小问题，你自己看。这里不让进去。刚才你在直播，这事儿我不好直说，只能亲自来。画面里那个应该是烛龙吧？是他。那里也封着异兽。嗯，能算出是谁吗？计谋。计谋。卦象里，烛龙会追杀吞下高阶龙种的我，可我没在计谋山洞里看到他的踪迹。现在赶去，他很可能已经离开。现在去那座山洞，要不要准备远程火力盯住他？上面看到亚宇已经很紧张。我还没，你等等！哎，我还没上车呀！喂，领导啊，你也太着急了吧？好歹让我上车再说啊！别闹，听我说。山洞里那位，你们不用管。10分钟后他会离开。他进去做什么？我尽量今天算一次。我现在去另一处封印地。你回原来的地方守着。灾变快降临了，这是我们的一次机会。遇到任何情况都别想着拼命。什么意思？我有让大家活下来的方法。
这家伙真不愧是神棍，说话总是云里雾里。唉，无负重30公里急行准备，开始。小子，你不去找烛龙前辈，找他干嘛？你就不想知道他去找季蒙做什么？听这意思，你知道？也不算知道，只是猜测而已。说条件。这么直接？你既然开口，就一定想要东西。亚羽精血，我大致猜到了。你是想利用亚羽尸骸替这里的人族争取撤离时间。既然如此，那亚羽精血对你用处也不大，倒不如给我一些。1滴。10滴。1滴。亚羽体内血气那么充足，又吃过不死药，至少也有1000滴以上，你就给我1滴，至少5滴。否则免谈。你考虑好了吗？亚羽精血，不是已经免谈了吗？还用考虑？好，好，好，1滴就1滴，你小子可别诓我！好，好，好，1滴就1滴，你小子可别诓我！放心，我最讲诚信。小子，你可知亚羽和季蒙有什么相似之处？都是妖身。不，他们都是神。神？亚羽本是上古天神，季蒙本就是司雨天神。这个神，不是后世敕封的神位，更像是上古先民对曾庇护人族者的称谓。他们复苏之后会如何？帮助人族？不对，季蒙不是敌人，他是中立的。小子，你停下来作甚？我问你，季明曾经身为神明，和烛龙去找他有什么关系？这还用问？他是想蛊惑季蒙，还是别有所图？蛊惑季明干嘛？以烛龙前辈现在的实力，还需要季蒙帮忙对付人族？他要的甚至那一份上古时期的司雨神权。难怪我吞下季蒙，获得司雨之后，烛龙会追杀我。你不去季蒙那里？现在不去，季蒙和烛龙有不可调和的矛盾。那季蒙就是可以合作的潜在伙伴，就算无法合作，也能在对抗烛龙上达成共识。先让萧云天撤掉季蒙附近的爆破布置，剩下的等我再补一卦。怎么样？什么怎么样？这个消息值不值1滴亚羽精血？值10滴。给你1滴。我说了，我最讲诚信。听不懂。长城计划已经开始铺开了。只是吞噬山魈的话，时间够了。第4卦，卜算烛龙与季蒙。烛龙一直想夺季蒙的司雨神权，可奇怪的是，他从未尝试击杀季蒙，强夺司雨权柄。难道季蒙一死，司雨神权也会消散？季蒙知道
烛龙在看他，他只是站在暴雨与山泽之间观望。烛龙也在等计谋先动。这不是敌友，这是博弈。喂，小子，你笑啥呢？怎么每次你这么一笑，我就觉得有谁要倒霉了？怎么会呢？我是为别人高兴。你这话说的不吉利，罚你倒霉。给我一滴精血。第5卦卜算山魈。这么顺？谁？这里不是追星的地方，赶紧撤！这什么鬼？未知黑影能直接打晕现在的我。距离灾变降临还有25小时，大荒附近已经有这种强度的异兽了。难道是未知的上古大妖？不对，如果是上古大妖出手，直接杀了不是更省事？黑影只是未来可能出现的一环，只要吞下山魈后立刻离开，未必会出事。小子，你老实告诉我，你到底身负多少神通天赋？不是就3种吗？怎么这么问？你小子就是不老实。这段时间我见你入定数次，每次醒来都有所收获，而且你还不敢在烛龙面前使用，这明显有所忌惮。这若不是某族天赋神通，我把自己打成蛋花汤给你吃。哎，这可是你说的，入定吗？难道人族就不能入定？非得是妖族神通？相刘前辈，你这是当局者迷。待会儿起锅烧水，要不要配葱花香菜？是吗？那你现在立誓，说你只有3种神通天赋，若有其他，天打五雷轰。我，小子，别怪我没提醒你。天地还没重启的时候发誓也就算了，可如今天地即将重启，这种事是真会应验的。哎，你怎么不说话了？不是要发誓吗？不发了，我还以为你小子的嘴有多硬，现在就软下来了。快，跟老祖说说，你还有什么惊世神通？你说，我现在的实力，就算不发誓，是不是也能把你打成蛋花汤？毕竟，你对我来说也没什么利用价值了。哎，前辈，你怎么不说话了？生性不爱说话吗？来嘛，探讨一下厨艺。人族有种植物叫番茄，它跟蛋花汤最配了。这就是山魈。山魈？这都快到大荒边缘了，怎么会有山魈？山魈不也是上古大妖吗？在大荒里，很奇怪，特别奇怪。小子，你记住，大妖与妖族也是不同的。妖族以实力为尊，肉身达到地阶以上才称大妖，地阶之下只是普通妖族，不到黄阶的连真正妖族都不算，最多算妖兽。至于山魈这一族，先天不足，实力最多玄阶上品，地位也不高，就这，绝对称不上大妖。道理我都懂，可一个最高玄阶上品的妖族，也能像雏龙那些上古大妖一样，被封存至今吗？这我就不知道了，或许真有问题。如果山魈只是普通妖族，那他为什么能被封存到现在？难道他是某位大能饲养的宠兽？
我吞出山魈，就触动了那位大能的利益。这么说，人族也有大能在沉睡。不管了，就算真是这样，这山魈我也吃定了。普通石头早该裂了，这封印没那么好碰。有了！费这么大功夫，你还敢呲牙？行，手打山魈丸。真正的大妖可没这么容易吞，正好拿它练手。这东西恢复得很快。差不多了。还有什么招？没有的话，我可开饭了。幻觉，幻觉，吞天，开！成功吞食上古异兽山魈，肉身强度获得部分提升，灵魂强度获得部分提升，获得异能幻象，可将自身伪装成见过的任何一个生灵，并获得其外貌、体型、声音等特性，持续时间视灵魂强度而定，无法掩盖自身的灵魂波动。寿元加500年。成了，幻想。能伪装成见过的任何生灵，外貌、体型、声音都能模拟，只是无法掩盖灵魂波动。我要的就是这个天赋，对即将被诸多上古大妖追杀的我来说，它甚至比私语更好用，至少足够我逃到白泽洞府。搞定，时间比卦象里还早。不过为了避开那黑影，先溜为妙。哎，你这么急干嘛？刚才打山魈不是还挺享受吗？你懂啥？先前罚你那滴金血，什么时候拿出来？我可去你的吧！停！怎么？小心些！山洞外面好像有什么东西进来了，我探不清对方虚实，有机会就赶紧跑。还用你说？这深山老林，深更半夜，外面的东西不可能是普通人，难道是那个黑影？这时候你还玩这个发光盒子，赶紧躲起来啊！躲什么？先前你不是瞧不起人族智慧吗？正好让你开开眼。人族智慧，你也得有人族在这里才行啊！那家伙已经发现你了，再不走你可就……
感觉如何？你老实告诉我，这是不是你的又一个天赋神通？都说了，这是人族智慧结晶，你咋就不明白呢？黑影不见了，现在最重要的，先溜。车没了，只能腿着走。来的路上，我记住了几个临时转移点，那里还有备用车辆，只要撤到那里，就算安全。喂，老易，刚刚怎么了？你动用本土轰炸权限了？对，情况复杂，一时半会儿解释不清楚。我已经到达2361号临时转移点了，目前没有危险。现在圣城和其他地方的民众都转移的怎么样了？圣城作为重点转移区域，目前已经转移超过80%的民众，还剩下20%也在转移过程中。进度比我们预想中要快，预估24小时后能完成超过90%以上的民众撤离。应当是亚语现世，还有先前在错那湖的举动，加速了民众撤离。这倒是个好消息。按照这个进度，异兽苏醒之前，应该能完成95%以上的撤离。至于剩下5%，看着少，却也是接近20万人。到时候只能硬扛了。至于其他地区，35分钟之前，除圣城外的最后一批民众已经完成撤离，并入8座火种城市之中。换句话说，大夏694个地级市、县级市及其辖区内的所有民众都已经转移至8座火种城市之中，另有72座次火种城市已经在开发之中。每座火种城市周边都将选取9座次火种城市作为目标，预计在灾变开始后进行开发。这些事情就只能先交给你们了。放心。好。民众基本撤走了，就连偏远山区的牧民也已经乘上专机，朝火种城市转移。烛龙，他来做什么？烛龙，他来做什么？烛龙前辈，您这来了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我也好接待接待您啊。想吃薯条、汉堡还是红烧肘子？我立马让他们空投过来。不，那就都来一套。没问题。我们的交易也该继续了。交易？哦，你是说百鬼妖丹吧？是你来，还是我来？先不急。是你来，还是我来？烛龙前辈，我想你可能误会了，这个交易继续不了。事情是这样的，我与相流前辈经过商讨，他选择将那些精血赠送给我，也不再需要您的烛龙精血，所以这场交易就此作罢。而您布置的那些云雨，您可以提出其他合理条件，我会尽量满足。
现在距离灾变降临还有18小时，距离异兽复苏还有30小时。这个时间，这种情况，已经不再需要我去维持表面和谐了。我要让他认识到一件事：此时此刻，我至少是站在与他同等的位置上交流，而不是无条件顺从。你知道你拒绝了什么吗？知道。若是烛龙现在离开，大家万事大吉；若是他不走，那就要变成2头上古大妖互相搏杀。当然，烛龙必然不会选后者。18小时，若是真在这次搏杀中受伤，他就要拖着伤躯去面对计盟。为了一颗百鬼妖丹，还不至于做到如此地步。我知道你想做什么，不就是想护住大荒之中的民众吗？我可以帮你，至少让他们撤到昆仑山之后，也算是保住性命了。不过条件是……你不用跟我讲条件。为什么撤到昆仑山之后，就算是保住性命？这种话不能问。万一楚龙恼羞成怒，不与我相争，转头用其他还未撤离的民众威胁，那我到时候就被架住了。以防万一，一点口子都不能给。大不了之后用一次卜卦机会。好，既然这是你的决定，可以，我给过你机会了。既然你不愿意珍惜，那你最好是祈祷天地重启之后，你能打开你肩上那棺椁。听烛龙的意思，如果我能打开扶桑木棺，甚至有可能在大汪里横着走。这里面到底装着什么东西，竟然能让烛龙说出那样一番话来？我说，天地就要重启了，你招惹烛龙干嘛？你不想活，我还想活呢。瞧你，说这话干啥？马上天地就要重启了，你也要孵化了。现在烛龙走了，就我在这里，你不好好讨我开心，还骂我，怎么？已经选好是红烧还是清蒸了？这，你看你就是不经斗，我这不是为你着想的吗？你还要吃我？嘘。吃是肯定要吃的，只是看怎么吃，何时吃，才能将利益最大化。现在只需要做好一件事，盯着圣城，距离灾变还有17小时。抛开那些即将苏醒的上古大妖们不谈，圣城周边已经开始出现大规模的普通异兽。这些异兽都是从藏獒、牦牛等生物异化而来，凶残程度不言而喻。只是现在大部分民众都已经完成撤离，否则光是来回救人都不知道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如今的他们都还处于初期阶段，在发现正常生物和其他异兽的第一时间，都会陷入狂躁之中。这种情况至少还会持续超过24小时，到时候才是真正棘手。我说小子，天地即将重启，你该不会真打算就在这里等着吧？不然呢？现在已经过了吞噬其他上古大妖的最佳时机，一些大妖不敢吞，一些大妖没必要吞，
与其浪费时间奔走，不如好好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应对天地重启之后的情况。之后面对那诸多大妖，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睡觉。行了，我先睡会儿，要是有什么情况，记得叫醒我哦。我叫你？我是你的什么奴人不成？休息，现在还不是时候。做出这副样子，只是为了麻痹相流。接下来这一卦，不算扶桑木棺。接下来这一卦，不算扶桑木棺。先前我一直觉得这木棺打不打开都一样，反正最后都要被追杀到白泽洞府里去，浪费卜卦次数在他身上，确实没必要。可现在，大夏已经做好了完全防护，我只需要确保自己和其他人在灾变来临后安全离开圣城。那这扶桑木棺就很重要了。挂旗。绝大多数卦象里，全都打不开。只有这一幅开了。肉身强度玄阶下品，所有办法尽数耗尽，这是最后的希望。有反应了，多么想他！卦象凶，以心血为忌，开启扶桑木棺，死。卦象凶，以心血为忌，开启扶桑木棺，死。以心血为忌才能开启，那这玩意儿有啥用？打开是死，不开也是死，合着就是个吉祥物呗。这玩意儿还不如相流嘛，至少相流还能让我临死前饱餐一顿，不是？小子，你是不是在想一些很失礼的事？心血为忌，如果用一个人的心血，那确实是死了才能打开。可如果是74个人的心血呢？又或者直接联系老易，让他找一批志愿者，每人一滴，都能汇聚出大量心血。只是不知道这心血是不是只能由我一个人献祭？喂，队长吗？清晨，怎么是你？老易呢？易部长现在有点忙，他把电话留给我了，说是务必满足你的所有要求。那感情好，找一批志愿者。我需要与一个成年男性人体含血量等同的心血，记住，是心血，越快越好。收到。现如今的情况，能以最快速度满足队长的一切条件，就是我能提供的最大帮助。不过，听队长的语气如此郑重，是不是需要一个专业素质过硬的人去押送这批血液呢？除了我之外，好像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了哎。这天地好像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先前的亚语像一辆生锈多年的老爷车，必须无比专注，小心翼翼，才能让它稍微活动一下。可现在，它像是经过精心保养的跑车，一脚油门下去，就是无比畅快的疾驰。感觉到了，天地已经开始重启了。这天地重启到底意味着什么？灵气复苏，还是别的什么东西？灵气？什么玩意儿？还有，我为什么要回答你？你不是要吃蛋花汤吗？有本事就别问我呀！说得对，我是没本事找答案。不过，你猜我有没有本事让你提前孵化呀？你看你，又急，
你说的灵气是什么？我是真不知道。不过你说的，如果是现在天地间多出来的那部分，我们一般称之为道。道。道可道，非常道。他说的道，该不会就是这个吧？天地未重启之前，处于一片混沌之中，万千大道尽数隐匿。只要是修道的存在，不管是人是妖，都用各自的方法躲避混沌，或是沉睡，或是封禁，亦或是像我们在大能帮助下回溯成如今状态的存在。我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规避混沌，以免自身大道也陷入混沌之中，从而消亡。等等，你是说，也有人用相同的方法躲避混沌？当然，不过你也知道，人族肉身羸弱，千万年岁月过去，就算是用了各种方法躲避混沌，却也不一定还活着。从这些天的卦象来看，灾变降临之后，我从未见过所谓的人族修士出现，他们或许早就在漫长岁月中化作枯骨了。至于你说的天地重启意味着什么，你应该也体会到了吧？不管是你掌握的天赋，亦或是神通，都在大道之中。大道出现之前，我们都是混沌中漂泊的浮萍，无依无靠，一不小心就会迷失其中，变得跟下面那些没有脑子的东西一样。那就需要用修炼之法做竹竿，一步步逆流而上，到达彼岸。这么说，我大概明白了。这大道说白了，其实跟我理解的灵气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它不用靠什么灵根吸收，而是需要用其他方法。妖族的方法是通过血脉传承神通，以修炼之法在混沌之中争渡，最终到达相柳所说的彼岸。至于人族修道者如何修炼，我现在还不知道。按照相柳的说法，天地已经开始复苏，部分大道已经从混沌之中浮现，也就是说，那些上古大妖已经开始在重修大道了。引爆时间可以提前了。行动。我靠！小子，你别告诉我这事儿也是你做的！成功了。那73人能获得多少好处还不知道，可这些上古大妖的损失一定不会少。再加上现在天地还未完全重启，他们有足够时间撤退，甚至直接退出圣城自治区，也不是没有可能。有这73人在，长城计划说不定还能再延长一段时间。当然，现在得给他们足够多的时间吸收血气。这家伙，那些庞大血气，对他来说或许没什么效果，可对他麾下那些异兽来说，那可是大补之物。他这是要……正好，烛龙不是要占便宜吗？那把这口大锅丢给他就好了。撤退，朝着萧云天所在集合，同时大喊：“烛龙前辈救我！”小子，你可真是坏得流黑水啊！多谢夸奖。按照原本计划，73人应该留在原地，引导这些上古大妖互相争斗，再争取1个小时撤离时间。可现在烛龙出手，撤离时间也变得富裕，这个计划自然可以改一改。李晨山，你规划的路线被封锁了，立即放弃原有路线，先回圣城。张苏，绕路，先去找石伟伊里会合，加大毒用。萧云婉，你在干什么？赶紧走啊！
是我的错觉吗？这具尸骸为什么感觉比先前更强了些？正常，先前你操控的亚羽虽是尸体，却依旧处于自我封印的状态，自身大道都还在封存之中。现在天地渐渐复苏，其体内的大道也在解封，你再用9手操控，肯定感觉不同。要我说，你还不如赶紧把亚羽吃下去，离开大荒算了。就你现在的灵魂强度，等到天地完全复苏之后，最多也就是找头大妖极限1换1，这又是何苦呢？你不懂。好，很好。所有人，立即收拾收拾，赶往最近的转移点，准备撤退。撤退？圣城自治区的民众撤完了？还有9%左右，距离灾变降临还有9个小时，完全可以完成撤离。这句话是假的。为保证其他民众生命安全，6小时前所有列车停运，3小时后所有航班停飞。剩下的33万人根本不可能在这6个小时内完成撤离，他们只能开车驶离圣城自治区，不然我也不至于在这里守着了。直接把亚羽尸骸往长城计划的边界一挪不就好了？可现在想让萧云天他们撤离，只能用这种方法。好，所有人上车，开始撤离。我和胡幽同志断后。不用，我一人断后即可，你别在这儿碍手碍脚的。我碍手碍脚？这世风和吞天有些类似，都是通过不断吃东西进行成长的，只是吞天吃的东西很多，提升的方面也更全面，而世风则是不断需要血气滋养，越是浓郁醇厚的血气，给世风带来的成长也就越高。这也是我认为萧云天是长城计划中最关键的一环，以战养战，不管是死去的异兽，亦或是牺牲的超凡者，都能成为世风的养分。可现在这玩意儿还是弱了些。时间还早，要不比划比划，谁赢了听谁的。先说好，不带用异兽的。带着你哥走，等快出圣城自治区的时候再给他治伤。是。还愣着干嘛？走啊！等着我请你们呢。再不走，一人一拳。反正有个奶妈在，不用白不用。当我说话是放屁呢？来，谁不信邪，先上来试试，我来称量称量你们这些超凡到底有多拽，连我的话都不听了。就你是吧？好好好，都想试试自己的本事是吧？且不说这些人只是才正式解锁自己的超凡之力，就算们已经完美掌握超凡之力，也不可能是现如今我的对手。队长，你知道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也知道你是什么想法，不过让我们看着你一个人留在这里，我们做不到。做不到也得做。你看看这些家伙，就算是留下来又能做什么？麻溜的给我滚回去，自然有用得上你们的地方。到时候管你们是为国捐躯还是英勇就义，只要别让我看见，随你们怎么办？愣着干嘛？我再重复一遍，这是命令。萧云婉，你到底懂不懂什么叫做命令？是。这段时间以来，他已经从一个出来旅游、有些小脾气的女大学生，转变成了一名真正的战士。不管是帮着老乡驱逐异兽，还是埋下几倍自己体重的炸药，亦或是在冰川之下蹲守，这些磨砺足以让他认知到人生的意义所在。等等，队长，先别揍我了，我走。队长，保重。这些家伙真是一个比一个不听话。
到时候回去了，找借口揍他们一顿。此时距离灾变降临还有8个小时，距离异兽苏醒还有20小时。别说8小时了，就算是他们开车全速行驶，也难以在20个小时内驶出高原地区。按照正常速度，想从圣城驶出高原地区，至少需要31时的车程，再加上8小时后天灾降临，异兽出没，这个时间只会更长。也就是说，我至少也要为这群家伙争取35小时以上的时间。难哦，说好送雪过来呢，这都过去多久了，咋还没到呢？这声音有些像是大型无人机啊。喂，队长，有什么指示啊？你在哪儿呢？别告诉我你在来圣城的路上。当然没有，我是在来圣城的天上。有什么区别吗？给我回去！现在！来不及了，这血液重要程度极高。5000个志愿者报名，各取了1毫升心血才收集出来。8小时内可没办法再复刻出1份，所以才由我亲自押送的。您放心，等我到了圣城，把东西交到你手上，我就立刻撤离，一点都不带耽误的。最好是这样。你现在在什么位置？需要多久能到？我现在已经驶出属地领空，现在在圣城自治区和昆仑省的交界处，预计1小时30分后到达。好，注意安全。是，请队长放心，我一定。清晨，你怎么了？回答我！不对劲，洛清晨不会在这种时候开这种玩笑。这黑影像极了当时吞噬山魈时偶遇的黑影，那家伙该不会是想将洛清晨也给囚禁起来吧？这是什么情况？我卜算了这么久，可从未见过类似的情况出现，多半是在那黑影手里得了什么好处。这算什么？咱被黑影抓走，那就是强制囚禁；洛清晨被抓走，反而得了一番机缘。这玩意儿还看人下菜碟的。卦象大吉，难不成昆仑省之中也有什么屏蔽天机的存在，所以才导致我的卜算出现了迷雾？算了，现在也不是想这些的时候。刚刚卦象突然中断，代表洛清晨总也得在7天之后才能从那个地方里出来。期间虽然没什么危险，可这段时间就只能靠我自己撑下去了。超过94%的民众都已经完成撤离，还有6%，也就是22万人还在撤离途中。异化已经开始，这沿途路上不知道有多少异兽，全都盯着那不断移动的铁罐子。先前撤离出去的士兵已经在沿途组成护卫小组，以主要国道为主干，在沿途设防，只要发现有异兽靠近，就立即发动攻击，直到最后一辆车驶离相应道路，士兵们才会开始撤离。按照这个速度，等最后一队士兵完成撤离任务，至少也得等到30小时后去了。可现在距离灾变降临还有3个小时，距离异兽苏醒还有15小时。不用想，这必然是烛龙的命令。这些异兽灵智已开，自然能感知到天地之间的变化。可现在就围上来，除了是他的决定之外，我想不到第二种可能。他多半还是想让我知难而退，将百鬼妖丹交出去。不过，他还是想太多了。哼，这些吸收了血液的异兽，现在亲自送上门来，那我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这都不怕，那看来确实是烛龙指使了。不过他为什么要让这些异兽来送死？难道他不知道亚羽尸骸的实力？
寿元增加800年，肉身强度提升至黄阶中品。这亚羽体内的气血果然不同凡响。刚才那一轮器械最多只占据了其体内1%左右，再加上那些异兽的器械，竟然能让我从黄阶下品直接晋升到黄阶中品。这要是全部吞下，不行，现在亚羽尸骸还有用，不能吞。不对，以烛龙的性子，明明都发现这些异兽对我而言跟送外卖没什么区别，为什么还要再次组织进攻？除非他的目的并不是想让我知难而退，而是栽赃。我看过诸多卦象，这些异兽对于烛龙来说其实并不重要。对于烛龙来说，这群野兽完全就是可有可无，有好处可以撒点下去。可若是这些异兽会影响到他，那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将其舍弃。就比如几个小时前我的嫁祸，可现在他把这些异兽全都派到我这里，这些异兽不就成了我狐幽的移动运血站了吗？好手段啊！可面对这些送过来的异兽，我也要不犹豫地收下，说不定还能让我在诸多大妖的围攻下多坚持一会儿，吃就完事儿了。3个小时，这些异兽前仆后继，一个接着一个来送死，送了整整3个小时，我的肉身强度也从黄阶中品一步步吃到了黄阶中品巅峰，距离黄阶上品也就只有一步之遥。只要我想，哪怕再吃下一滴象鲁精血，都能直接突破到黄阶上品。只是此时已经来不及了。喂，小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灾变开始了。这么做有2个原因，一是为了让全大夏民众认识到，外面的世界到底在发生什么，只有团结一致，才有更多人能在灾变中活下去。至于第2个原因，大夏想造神，天灾灭世，若只是靠各自心中的信念，确实很难活下来。可若是有一尊神明住在人心中，只要这尊神明不死，众人心中就始终有活下去的希望。若是我能活着出来，所有大夏民众面对灾变之时，都会挺起脊梁，如我一般，去争取哪怕只有1线的生机。退一步说，就算我不幸牺牲，我所做的一切也会刻在民众脑海之中。那些超凡者也会如我一般，竭尽所能去保护他们身后的民众。这也是我能为大夏做的最后一件事了。自灾变开始，那颗卫星就会一直悬在我头顶，去记录我面对的一切。直到我从圣城自治区中走出来，或是陨落，这是我和义军商量好的安排。诸君且看，如今天地刚刚重启，这些大妖虽然都已经苏醒，却还在适应如今的天地，实力都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处于真空期之中。而我如今已经完全适应了此时的天地，九手越发好用，亚羽尸骸也无惧现在的那些大妖。正好趁着这个时间，能杀多少是多少，也能起到震慑其他大妖的作用。这妖名唤扶离，上古大妖之一，
通体雪白，毛发坚韧，可做刀剑。发怒时可以调用浑身毛发做剑羽。肉质鲜美，炖汤、烤肉都是极佳选择。大夏人就是这样，看见什么新物种，第一时间想的总是能不能吃，有没有毒，有毒的话要怎么处理才能吃。大胆！这棺椁哪怕没打开，好像也不是完全没用，用来当盾牌倒是刚刚好。符离这一身气血，现在吃了太浪费，先留着，撑不住的时候再用。距离那些上古大妖苏醒还有12小时，这段时间自然是能多囤一些大妖试一些，否则等到时候面对那些真正恐怖的存在，还不知道能坚持多久呢。家人们，收获福利一头，到时候等我回去，我给各位家人们尝尝鲜，就当是送福利啦。回来，真的还能回来吗？能杀的先杀，能囤的先囤。这些还没完全苏醒的家伙，对亚羽来说不够看，先把能收的全都收了。囤的差不多了，先吞掉，补一补。吞天，开！肉身强度总算提到黄阶上品了。我们已经撤离到林芝附近，前方不远就是最后一批撤离的民众，距离穿过高原还有24小时的路程。这已经很快了。毕竟想要完成安全撤离，就必须穿越整个圣城自治区，翻过高原，一直到火种城市之一的蜀都，才算是真正完成撤离。如果只是从圣城自治区撤出去，那倒是好说，可那样也算不上真正的安全。龙吟，那个方向是饕餮。作为真龙种之一，其肉身强大不言而喻，再加上其拥有的神通优势，自然也就成为了第一批完全苏醒的上古大妖。完了完了，这家伙怎么也在大荒？按原本计划，我该在天地重启之时就直接破壳而出完成孵化，可他得罪了烛龙，又准备用亚羽尸骸去镇压其他大妖，我就怕一孵化直接被当成他的同盟，所以才一直维持蛋形。谁知道维持蛋形好像也不安全啊！小子，那可是饕餮，他要是盯上了你，不，他一定会盯上你身下的雅木尸骸！赶紧放弃尸骸，带我先溜，不然咱们就只能胃里相见了。放心，咱们怎么都不可能在胃里相见。你莫非还有什么手段不成？快跟我说说，我帮你分析分析。若是能打，你分我10滴饕餮精血，助我成就尾龙，我认你为主，也不是不行啊。手段没有，不过方法倒是有一个。若是我发现不敌，自然第一时间把你给吞了。到时候你在我的胃里，不管我被谁吃，咱也不可能胃里相见吧。挖吧就挖吧就溜吧。毕方，
这玩意儿怎么还活着？不行了，小子，快走！我没跟你开玩笑。就这？我说，当初你到底混得有多差呀？怎么出来一个你怕一个？能不怕吗？这一个真龙之种，一个上古妖禽，哪一个都能把我当儿子一样打，你说我怕不怕？瞎说，我不也一样能把你当儿子打？怎么没见你怕我呢？爹，亲爹，让我走，让我走，带我走！只要能离开这里，你想让我怎么叫你都行。夔龙虽然身负龙名，可它本体其实蕴含一部分雷牛血脉。它和饕餮一类的真龙种不同，只能算是伪龙种而已。要不是忌惮烛龙，我吞下山魈之后的第一目标就是这头夔龙。待会儿若是有机会，看能不能啃上这家伙一口。提前了，这一次大妖们苏醒的时间提前了快9个小时。虽说只有一小部分大妖提前苏醒，可这些家伙也是一个比一个难对付。不过还好，夔龙已经跑路了，计谋还在和烛龙对峙，现阶段也只用对付饕餮和毕方就好。疯子，你就是个疯子！这都什么时候了，要跑能不能跑快一点？安啦，你已经是个成熟的蛋了，不要一惊一乍的。我成熟你。我操，朝风也在这里！什么朝风？我在先前那些卦象之中，已经将这片高原区域内的大妖都探查的差不多了，自然知道什么地方下面藏着什么大妖。朝风自然也不例外。我之所以操控亚鱼踩过冰川，就是因为在先前的诸多卦象之中，只要朝风出现，饕餮就会在第一时间退避。虽说我也不知道原因为何，可这种现成的公式直接套就完事儿了。你不知道，我还以为你是故意激醒朝风的呢。哼，这朝风和饕餮都是真龙种之一，不过饕餮是曾经的真龙种，后因性情顽劣被驱逐出了龙族之名。而朝风则是在饕餮之后出现的新真龙种，位列真龙9子之一。若论实力，饕餮和朝风相差无几，可偏偏朝风有一个真龙9子的位格，饕餮就只能被朝风压制。哦，这真龙种还有哪些？除了真龙9子之外，不会就只有饕餮吧？现在是聊这个时候吗？你停下来做甚？赶紧跑啊！跑？往哪儿跑？当然是……这哪里是什么大荒？说这里是另外一座妖族天庭，也不为过。更何况，我现在也还没打算跑。小子，你可别做傻事，咱努力，说不定还是能活下来的呢。苟活而已，有何意义？各位酣睡良久，想来应该不知如今是何规矩，无妨。
我与诸位简单说两句。越此陷者，死！眼前的大妖太多太多，我只有以死换伤的打法，才能让他们忌惮。若无大妖尝试越线，那大家即可相安无事。相反，若是现在再有哪头大妖不长眼，尝试越线，那我就算拼得生死，也要将其重伤。从先前卦象来看，这一步有80%概率引来奎龙、太妃、征章等之一的袭击。狂妄！且不说我先前在卦象中就有见过这一幕，就算没见过，我也知道这奎龙打的什么主意。想要压羽器械，他还不够格。单论肉身强度，我确实比不上奎龙，可若是比头硬，这奎龙的头还能硬得过咱的扶桑木棺不成？怎么不笑了？九手，开！吞天，开！小子，你这是九手？倒也不算是，九熟能控制8具尸躯，现在的我最多也就是控制2、3具而已。啊不，只有2具。你们可千万别怕哦。这饕餮自然是留不得的。作为4凶之一的真龙种，哪怕不吞下朝餮血肉，只要能得到它的尸骸，也能用九兽强行操控，其威势绝不会弱于亚羽尸骸。可惜现阶段能控制的尸骸数量也就只有2具，否则我完全可以再挑选6个幸运儿，直接朝饕餮发难。到时候诛杀饕餮，大不了换掉其中1具尸骸。将饕餮尸骸补充上去就是。待到那时，别说是祭文、逐龙了，就算是将藏在高原之下的那尊大恐怖一起斩杀，也不是不可能。当然，这一切只能是美梦。只有亚羽和奎龙2具尸骸，我也就只能被动防守。一旦主动出击，就会成为其余大妖狩猎的目标，到时候反倒会偷鸡不成蚀把米。还不快走！又收获了1头奎龙尸骸，这已经够本了。要是再待下去，最多3天，不2天，就有大妖恢复到玄阶以上的实力。到时候你以为你还能扛得住？还笑？小子，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不就是想护住你身后的那些人族吗？现在走，这些大妖就算是想以人族血肉快速果腹，也必然会忌惮你的存在。哪怕是死一些人，也不会太多。可若是你死了，你想想看，那些人族身前可就没人了。
到时候不还是被这些大妖捏扁拿圆吗？怎么样，是不是觉得我说的很有道理？有个屁！没人能决定谁该死，谁不该死。我能做的，是护住每一个我身后的人族。至于其他的，我想不了那么多。你榆木脑袋！一旦孵化，那可就坐实了我是护幽同盟的事。到时候就只有3种情况：第一种，护幽一死，我也会被万妖清算；第二种，若是狐幽重伤，说不定会保留雅雨和奎龙，到时候把孵化后的我吞下，既能补充体力，还有可能强化9手。最后一种可能，狐幽活着逃离大荒，我也就能苟活下来，继续用先祖之音，让狐幽去领悟9手的修炼之法。这种概率小得可怜。行了，别嘟囔了，只要你听话，待我活着逃离大荒，到时候必然会有你好处的。毕竟从某种角度来讲，咱们可是同族。谁跟你同族啊？你这半妖，窃取我相流一族血脉传承不说，还敢冒充我族血脉，我看你真是活腻歪了。诸位妖友，还请速速救我逃离魔爪，到时候我相流一族必有后报。到时候我相流一族必有后报。还相流，连种族神通都没了，也敢自称相流？一颗不敢孵化的蛋，也配谈后报？怎么不喊了？现在知道谁这边更安全了吧？落到他们手里，你怕是连蛋壳都保不住。你也没比他们好到哪儿去。刚才我用吞天，将奎龙损失的那些血气全都吞入腹中，可因为有其他大妖环宿四周，我也不好直接消化，也就压到了现在。作为伪龙种之一，其血气浓度自然不是山魈一流可以比拟的，那部分血气也就只有2滴精血左右的浓度，才一消化，我就感知到自己的肉身强度又提升了一部分。虽说达不到突破玄阶的程度，至少也迈过了黄阶上品初期。若是再将整头奎龙吞下，说不定能达到距离玄阶下品1步之遥的地步。就是可惜血气太少，没能让我获得奎龙一族的血脉传承，不然在之后逃命的路上就更有底蕴了些。正好，如今趁着有时间，再加上该苏醒的大妖也都开始苏醒了，再补一卦。卦象大凶。卦象1：与征章搏杀，2败俱伤，获得部分征章精血，吞噬后被饕餮发现拥有吞天，被围杀而死。卦象2：陆乌上前询问如今的人族事宜，试图拉拢陆乌，失败。卦象3：被诸多大妖围杀，重伤。面对烛龙抛出的邀请，再次拒绝，被烛龙震伤。卦象131：答应烛龙的邀请，与其一同围杀计盟，被烛龙设下陷阱，与计盟2败俱伤，死。卦象1213：被饕餮追杀，烛龙围堵，死。卦象2212：被饕餮追杀，绕开烛龙，逃入白泽洞府之中，被围困而死。卦象3182：与诸多大妖搏杀，肉身强度突破至玄阶，在饕餮的追杀下成功逃遁，进入白泽洞穴，趁大妖出世时逃遁而出。整片大荒都被遮住了，最后出现的到底是什么？
算了，不想这个了。只要我能在和诸多大妖的征战之中，将肉身强度提升到玄阶以上，就能在饕餮的追杀下，逃入白泽洞府之中。到时候，也就能趁着那未知大妖出世之时，趁机逃出。这就是我唯一的生机。至于7天之后，到底会如何，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吧。从卦象来看，最重要的不是什么争斗，而是我必须将肉身强度突破到玄阶之上。就算直接将那些大妖残躯吞下，也能突破。与那些大妖搏杀，其实并没有什么实际益处。所以，就算有搏杀，也没有获得什么实质好处。唯有这头征章，与他搏杀的后果不小，可收获也很明显，至少能收获一个征章一族的传承天赋。若是凑巧获得征章一族的神通，那就直接赚麻了。所以，与其和那些没什么好处的大妖搏杀，还不如挑征章出来。毕竟现在的征章实力还未完全恢复。喂，你干嘛？别告诉我你又要搞事儿！我跟你说，现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处于恢复状态，没空理你。你要是再闹幺蛾子出来，可说不清楚了啊！万一大家觉得你有威胁，直接围杀你，你是完全跑不掉的，知道吧？知道，知道你还下来？你每次一闭眼一失神，就会搞出事情来。这次肯定也不例外。我下来逛逛不行啊？行，可太行了！你反正也带我下来了，不如找个地方把我一丢，直接埋下去好了。你也懒得听我嘟囔你了，不是？这怎么可以呢？你我可是手足兄弟，挚爱亲朋啊！我怎么可能对你做出这样的事儿？你特妈的！也不知道这小子到底想做什么。这万一要是去招惹什么恐怖存在，那我堂堂项梁岂不是还没孵化就直接嗝屁了？不行，一定要自救！不行，一定要自救！朱龙前辈，朱龙前辈，救救我兄弟吧！他这是彻底昏了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求您帮帮他吧，不管是将他打晕，还是让他在您身边冷静冷静都行啊！这家伙是真不怕我生吞了他是吧？这个时候叫烛龙来，不是耽误我的好事吗？你能做主吗？当然能，他不是都说了吗？我们可是手足兄弟，挚爱亲朋啊！那就好说了。不行，恐怕要坏事。你愁啥？你愁啥？叫！你还敢叫？刚刚救你的眼神最凶，不知道看的人很害怕吗？不知道我开着直播呢吗？就你这丑样子，就你这丑样子！要是吓到了其他小朋友该怎么办？他们还睡不睡觉了？知道错了吗？还叫！停一下！半妖，半个锤子！还叫半妖？不知道我是谁召的吗？那可是烛龙！再给你次机会，现在该叫我什么？烛龙，烛龙了不起啊！烛龙，烛龙了不起啊！
烛龙大人，您是前辈，照理来说，我该给您个面子。可你这货下半妖实在是欺妖太甚，若是我不将其诛杀，那就对不起我昆仑山征张一族之名，还望您莫要出手。多谢前辈，小子，想证明自己的血统是吧？敢不敢让你身边的奎龙退下？我们好好打一场。当然。不敢。我说你这征章也是脸皮厚，还让我不驱使奎龙，那是我的神通，神通你知不知道？你咋不说你也不用神通呢？说话也不过脑子，跟个呆子一样。好啊，我也不用神通，大家就凭纯粹的肉身强度比拼一番。半妖，你如今已经是黄阶上品实力，而我只有黄阶中品，你该不会不敢吧？好，不用神通就不用神通。这家伙该不会又要下套吧？人族的套路实在太多了，一不小心就会中招。早知道就再多沉睡一段时间，等天地尽归妖族之后再苏醒了，也不至于面对这么多弯弯绕绕啊！荒芜启动。说了不用神通，可没说不能动用天赋。如何，小征章，你服还是不服啊？如何，小征章，你服还是不服啊？我服才怪！他死定了！这是又一个天赋，谁家半妖能觉醒一个神通，两个天赋？吞天一旦结束，吞下去的东西就会立刻消化，然后反哺给我的身体。只要我一直维持吞天开启，刚刚吞进去的5根征章尖尾就不会被消化。只是这种状态不好维持。喂，小子，你可别对我做什么！刚刚不还说我们是手足兄弟吗？咱们妖族可最忌讳手足相残，你可别冒天下之大不韪啊！是吗？可我是半妖哎，也需要遵循妖族的规矩吗？可我是半妖哎，也需要遵循妖族的规矩吗？不过你放心，只要你不瞪我，我也没必要对你出手。你说是吧，兄弟？小聪明而已，还不值得我现在下场。我若动，其他家伙也会动。半妖也好，凶兽也罢，不过一时喧嚣。先恢复地阶者，才有资格吞下大荒。局未定，事不明，此时入场，只会替旁人开路。鸭鱼、奎龙、半妖都很好吃，可现在出手，恐怕会让朝风捡了便宜。再等等，先恢复到地阶再说。别的我不管，盯好饕餮就行了。